欢迎各位喜爱游泳的观众朋友们持续来收看2025年的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运博杯。这场可以说是对业余游泳爱好者或者是青少年在刚接触这项运动的启蒙选手而言相当重要的一场大赛。我们今天是在这个中秋连假迎来为期2天的赛程。今天上午除了开幕典礼以外，我们也已经陆续欣赏到200公尺自由式还有100公尺蛙式的赛事。紧接着现在中午过后，我们将要迎来的会是男女各个组年龄层的100公尺自由式的比赛项目。现在先看到辛苦的工作同仁，现在一样是坚守着岗位，因为下午的比赛马上就要展开。为期2天的赛事都是从上午8点半就开始进行，而且总共要来消化将近200个小项的一个赛程。那我们今天已经逐渐进行到了这个整个赛会的一半左右。我们看到紧接着要登场的就是字卡上显示的8岁以下及男子组的100公尺自由式。我们这个阶段转播依旧是由我中要搭配的是魏儿教练来为我们带来赛事的讲评。当然也经过了刚刚中场的休息我们看到现在下午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第一个项目是100公尺8岁以下的，那我们8岁几乎就是现在低年级1、2年级的小朋友，我们就以兴趣为主啦。成绩上面也不是说不要求，就是设定他自己跟自己比赛，不给过多的过度强度的训练。所以你可以看他们跳水有没有？有2个在跳水台，那旁边就是低一点，就是他们都刚接触游泳这样子。可是他们以现在看起来，他们游泳的状态，其实我觉得练得蛮好的。对，8岁的小朋友他有办法这样子两边换气，然后打水协调性都很好。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教练一开始在教他们正对动作，很快就会带入的一项就是技术嘛。因为自由式一定是第一个他先学的知识啦，应该是这样子。那么小的孩子，那打水，那再划手，那但是划手呢都是以单下，我们有说分解这样子为主。那他们现在都是联合手一前一后这样子联合划，都是练到有一定的程度了。所以这些小朋友应该是从幼稚园就开始接触游泳了。对，8岁以下有分为2组比赛，因此这一组就是只有2到6道，总共5位的选手来进行。那低年级像他可以游完100公尺，我是觉得是很棒。确实，不过我们现在镜头是比较没有跟着选手的游泳的过程来跟进的。那现在就是到另一头来等看看谁会来率先抵达终点。100公尺的话，他们就是会来回游泳池5池嘛，所以他们要把这么小的选手，他还要学配速。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是定内国小的小朋友陈松恩，好，他就出墙。是在第4道陈松恩，他在脚报名成绩也是这一组相对快的，2分10秒，就看看他今天在这场运博杯游出来的成绩如何。陆陆续续其他2位选手也都到达了。是。再看到裁判也在提醒小选手一些细节那等一下紧接着下一组他应该就是要让他们停在原地，然后后面先跳水下去。没错，应该是还在跟选手沟通啦。可是他们毕竟比较小，刚比赛还搞不清楚状况。那么那其实就是应该就是 hold 住那个旁边的水道绳，都不要动。是。等水面静止的时候，裁判会喊下一组。对。现在第2组的8岁以下100公尺自由式，其他选手重新先退回旁边。还是先让水道里的清空。对，前一组的小朋友们先上岸。对。裁判还是决定先让他们上岸好了，要不然他们可能搞不清楚状况。
比较难，因为毕竟8岁都是刚开始比赛。对，也是这一次分龄赛当中最年轻的组别啊，可能也是有不少小朋友第一次来比这种正式的游泳比赛。第二组正式的出发，8道全满。不过看到第2道的江云展是从缺，来自大直金浪没有来到现场参赛。前面这几位选手都势均力敌，从第3道到第5道。第5水道是2势力选手李智妍、李智廷，抱歉。前3名都蛮接近的哦。是。不过当然这是100公尺的项目哦，还有后面50公尺要来比拼。好，转身蹬墙。转身蹬墙出去之后呢，5、6水道选手现在蛮接近的。通常以教练的角色，大概什么时候会开始教他们这些所有比赛需要的技能，包括什么转身或者是跳水这些？其实如果他要报名比赛了，其实我觉得比赛中间学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了。就是你看嘛，那刚刚转身出去之后呢，他其实潜在水里快速打跌脚，然后再起来，他可能就可以微幅的领先。对。那可是又很喘，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在趁比赛的时候告知。你看他们只有差0.2左右。是。对啊，那非常接近的结果。对，那0.2左右，他可能多打2下跌脚，他就赢了。或者是在最后 touch 的时候，你手臂延伸这些小技巧的话，就是趁比赛的时候告知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发现，我就差了0点几秒。小朋友喜欢竞争，对，那他会更有兴趣。好，那就鼓励他，那我们下一场更把它做好。秋刀鱼队的尤杰安呢，1分28秒41，比隔壁2势力的李智廷还快了一点点。哇，秋刀鱼多符合中秋节啊！也战胜了2势力了，虽然是鳄鱼的2，但是还是赢得相当精彩。对，这些比赛的单位都很有趣，有大直浪金浪金鱼，还有2势力鳄鱼，还有秋刀鱼。那现在来到国小中年级的9至10岁，多达4组的参赛选手。这是第1组。对，毕竟自由式也是相对好上手，也游得最快。那这报名的距离也不是这么长，就相较前面200公尺，可能最多就是同一个级别有2组。那这一次多达4组的选手这个项目当中。那这一组蛮有趣的，他们都是暖溪国小的同学，他们都是从基隆而来。对，然后他们要自己互相残杀。分别是第3道陈璇丽，第4道郑梦欣，还有第5道的陈彦成。首先的目前是梦欣比较领先。其他2位选手才陆续要来出墙转身，但是郑梦欣已经扩大了大概5到10公尺的一个优势。那教练最方便了，一起加油，全部都是我的选手，这一组全部都是我的暖溪国小。那你看不错啊，他们最后过了25剩25都还有力气，所以他们平常练习的状况就蛮稳定的，有没有？配速也不错。开始喘了，2下换气，我很喘了。他最后5公尺了，加油！但是终于是要摸到终点的墙边，那看到他参考成绩1分38秒55，是。因为3个人报名的时候是没有提供成绩的数字，那这1分38秒也是相当的不错。不过当然，根据编组的这依据，应该后几组会是更竞争激烈，成绩也应该会相对更加出色。我们可以看到他们2个已经是相拥而泣吗？太开心了。是，毕竟真的平常都一起训练，是同校认识的好朋友们。一样。那下一组已经入水准备了，所以你看到其实他如果不太会跳水，他会抓着那个跳水台的 bar， 然后就是准备这样子。
因为一般的游泳池啊，如果你没有教练带，它其实是禁止跳水的，所以它就是不跳水，它就是在下面准备这样子。那其实像女生怀孕的阶段，我曾经在怀孕的时候比赛，就也是不适合跳水，就是一样在下面抓着那个 bar， 然后准备蹬墙。但是怀孕还比赛，也真的是很有敬业精神。其实一直有在运动的话是可以的啦，对啊，也有奥运的那个选手，田径项目的怀孕那个更强。好，第8水道选手已经转身回去了耶。对，一样来自暖西国小的邵千瑞。哦，西国小，所以他刚刚没有跟刚刚上一组排在一起。是，所以我们前一组是3个同校之间，他是这一组8位选手当中唯一的暖西代表。那成绩看起来是比同组的其他对手还好上一截，一马单当先。还不错啊，那么排在这里。是，至于分组第2则是第5名到的延平国小许晨曦现在应该是可以稳住他第2的位置吗？还是看到第3水道的林大敦有机会反超？不过当然镜头先带到暖西国小邵千瑞没有问题，1分29秒86，一路领先到中场，赢得分组第1。那现在许晨曦尝试巩固他的第2优势，那没有问题，是分组的第2完赛。至于林大敦差了一点点，虽然他后续的加速看起来表现很精彩，但是还是没能够逆转对手。所以我们看到戴红色泳帽的是银桥国小的海，银桥国小有鲨鱼队，也有海豚队，是，还蛮可爱的，很适合这些孩子。没错，老师们真的很用心哎，又有海豚，又有鲨鱼，还有上一组秋刀鱼什么的，太可爱了。银桥国小来到比赛会场，大概只要5分钟车程，也是算相当临近的一个环境。那这一组阿伟适应是蔡维伦。所以这是4组当中的第2组结束比赛，紧接着是9到10岁男子组的100公尺自由式第3个组别登场。好，出发了。一开始大家都冲得很快，而且难分轩制。很明显，这一组速度就整个比刚刚要快许多，因为他们已经9岁10级到第3组，所以等一下下面还有一组。是。可以预期应该也会是强对决，没错。所以第2水道江恩宇北市大同国小目前领先。还有第5水道李元祥阿伟适应。首先转身的是应该是第4道的张恒瑞，来自树林游泳的劲泳俱乐部。对，第4水道。看到张恒瑞现在的领先优势逐渐被缩小，因为第2道的江恩宇现在追了上来。以现在还剩下的距离，他有机会完成反超。有他的续航力够的话，剩最后10公尺，赶快啊！看起来第4水道还是小胜一些。对。张恒瑞一样有在加速，所以最后还是率先触墙。第4水道首先抵达，然后第5水道。第5道的李元祥只慢了一点点，大概0.2秒左右。所以张恒瑞有了1分23秒72，首先抵达。明显比他交的报名成绩1分28秒还进步了将近5秒钟。要么进步很多，要么就是教练小看他了。嘿，非常不简单。棒！所以这个报名的成绩是自己写的吗？教练大部分教练写的。那第一会以他最好的状况来报名。那有时候教练会希望他在竞争一点的水道，就会帮他写快一点，也有啦。对。好，现在来到最后一组喽。对，的确看得出来，大家也是素质用比前面几组都来得更加提升，而且第4道的。的确也是照成绩来讲是最顶尖的王凯威，是第
地主好手，运博 TISA 的代表队。看那个打水为之漂亮啊！转身蹬枪，有没有打个叠脚3、4下起来，漂亮。就虽然只是9到10岁，以一个人生来讲还在很前段，但是其实他在游泳池上就可以发挥到蛮细腻的一些技术。对，而且因为100公尺它还是算短的，他赢第2名大概看起来有10公尺。对。所以这个凯威啊，王凯威，运博的选手，报名成绩1分06秒，哇，明显真的是好上一截。等一下就来看看他的参考成绩如何。那分组第2的应该会是他隔壁道，哇，真的相差不多。那隔壁道的徐江晴，同样也是上午有比过200公尺的自由式，现在100字他是1分15秒36。哇，只比第7道的张廷瑞还快一点点。那2位选手都是来自2势力，分居这一组的第2跟第3。当然，刚刚看到王凯威真的，哇，他的报名成绩没有虚报啊，差不多就是1分06的水准。好，所以目前跳水下去的是男子组11到12岁级的第1组，总共有4组。是，跟前面9到10岁一样，都有多达4组的参赛选手。35水道是亚洲竞泳的选手，第4道则是暖溪国小的选手，第3水道黄轩瑞。率先的转身，又是明显建立5公尺以上的优势。那没关系，自己跟自己比赛，抓好自己的成绩描述，对。那当然就是看看谁可以争到第2名了。目前陈品丽稍微占一点优势。陈品丽来自暖溪国小，这位小朋友已经看起来要巩固他的分组第2。至于当然，王轩瑞是从头一路领先到尾。对，亚洲竞泳的选手准备要 touch， 没问题，1分11秒34。相当精彩的发挥。不过当然，他们是11、12岁级，在年龄还有游泳的经验上，明显比前面的比他们年纪更轻的选手来得更加的出色。看起来数字也是更漂亮一些。对，1分11秒72，其实他的组别真正来排，应该要排到3、4组那边，然后可能没有报，当时没有写成绩，所以就会归在第1组，因为没有成绩可以参考这样子。是。可是有时候选手很喜欢游很前面，赢很多这样子，所以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就是可以不写就不要写，我喜欢领先多一点。对。的确，这样刚好也会是这种刚刚看到镜头上的焦点。然后因材施教，连报名也是一种策略。是。但你现在这一次游这么快，大家就知道你的实力的话，下次可能也藏不了太久。可是因为你没有成绩啊，那我们依照成绩还是得把你排在第1组。如果你没有写成绩的话，是，这就是对看个人呐。好，现在是第2组了。对，看起来竞争是更加接近一些，没有特别明显的领先。那从第4到第7水道3到6都相当的接近。那他们目前依照他们的参考成绩，应该50游在1分左右了。然后率先出场转身是第6道文林国小的叶淑凡。镜头现在给他一个特写。好，那至于分组第2之争相对激烈一些，而且他们就在左右，是看起来体力有点跟不太上。对，这种情况蛮有趣的，因为2个都很靠近那个水道省游，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过第5道的游胜元看起来续航力是好一些，就看看关浩云在第4道的海燕围巾人代表小朋友能不能够坚持下去，最后的15公尺追上来一点点，永不放弃，还有机会。
第6道率先出墙的就是蔡淑凡，留下1分43秒51。4、5水道还在竞争哦。好，第5水道 touch， 手员还是比关浩云好一些些。2元之争啊。1、2水道是阿伟适应的选手，第1水道两手墨，第2水道徐廷墨，很漂亮的名字哎。不过看到，就算先完赛，选手还是要先留在自己的甬道，等其他对手都结束。因为你看你往哪一边，像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第1水道还是在游，那你不能就是他还没完赛的时候，你不可以经过。你可以从第8水道离开这样子。对，这是比赛一个理解跟规定。那他们现在就是完赛的抱着水道绳。对，因为他们这一组也有人不跳水。那第3组也已经出发。第3组这2位选手一开始就冲出来了。3、4水道，边浩翔和周派平。第4水道的汐止国民运动中心的周派平选手目前稍微领先。那第2名目前的是第3水道运博的选手边浩翔，姓边，蛮少见的，蛮有趣。不过慢慢的又有一些追上来的迹象哦。真的是伯仲之间，而且现在显然看到第3道的边浩翔超越了对手，浩翔追过去了。哇，这最后5公尺只要挺住，他就能够击败隔壁道的周派平。而且差不多应该2秒有了，1分18秒17，比第2名的1分19秒58还快了大概1秒半。对。边浩翔倒吃甘蔗逆转隔壁道的周派平，还没到最后，真的还是看不出来啦。的确，那不过当然，他们后面还有一组8位选手的成绩，也会是跟他们要来进行比较。而且刚刚第1组其实有1分16秒，对不对？就是没有写成绩的。好，现在是最后一组，照理来讲就是速度最快的选手。是，这一组报名成绩有人是在1分6秒内。1分05秒，第4水道。真的看得出第4道的游成阳刚好是姓游泳的游，果然非常擅长这项运动。第5水道的李兴哲也是很厉害。是，竞争是相当的激烈。5道李兴哲率先的转身，那游成阳紧追在后，对，剩最后50公尺。11、12岁，大概小6左右，是不是可以游到1分05秒呢？现在看得出，还是李兴哲应该可以巩固他的领先，游成阳应该就慢了这大概2秒钟，差一点点。1分05秒72。的确，几乎就是跟自己交出的报名成绩差不多。至于游成阳，则是慢了一点，他报名是1分05秒87，但是这一趟比赛1分07秒08完赛。其他选手也陆续都抵达了终点，代表在11、12岁的男子组100公尺自由式是告一个段落，4组的比赛画下了句点。接着将要轮到的是国中生年纪的13、14岁级别。男子组的100公尺自由式总共有3组的参赛选手。
第4道的谢炳玉是从缺，原本他有在名单当中，但是没有到现场参赛。那13、14岁级结束了。目前首先领先的是徐静杰，海燕维京人。那他旁边的是第2道选手李承景、亚洲劲勇，连滑屏都一样哎。但通常应该选手都是自己练自己了，不会真的因为比赛还发现跟隔壁的要连节奏都控制一样。其实有时候会看，有时候像我以前是长距离的选手，很久嘛，就会看一下隔壁的。我滑的5下，他没有跟着滑5下，因为游泳其实因为他是跟自己一个人竞争，你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跟那些团队啊、篮球啊，或者是那些有球拍的那个运动不太一样，他没有互动，你就是自己对自己。游泳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蛮有趣的，没有不有趣。但是长距离真的又不会像短距离看起来隔壁还有人可以看。对，短距离差距一拉开的话，就是自己真的就还是要维持配速这样。好，第3道徐静杰海燕维京人，1分23秒42。平常算是都在这个场馆来练习的，有半个地主。啊，对，地主优势。很熟悉这个环境。不过像游泳，除了分室内、室外池，那真的会因为你平常在这个室内习惯了，你真的到这个地方办比赛有这么大加成？会，因为像台湾的池子，我可能就觉得还好。可是我之前在澳洲有1年参赛的时候，那个东西因为语言加上环境，还有不熟悉的地方，真的就差很多。我可能连 Colin Run 他们的检入处在哪里，我都会因为不知道、不熟悉，再加上我可能要很专心的去找、去听、去看。所以有语言，不是有当地优势的话，就我熟悉这个场馆了，我很放心的知道我现在要去上厕所，有些比赛选手容易紧张，所以场地优势在游泳啊，虽然你是跟自己游，也一样是50公尺，一样的水深，可是还是会有影响啦。起码你知道哪一间厕所一定比较干净，比较少人去嘛。是。对啊。但实际真的在游泳池里，相对可能这个变数没那么多。如果是室外的话，我反而觉得比较有，因为你会看到哪个建筑物，看到哪一样东西，看到哪座灯的时候，你知道快到了。因为我说游泳你就是跟自己，所以你会看上面的东西，第几个灯，哪一棵树，对。就这个也是每一趟训练当中的一些提升。对，因为你就在那个游泳池训练，你很熟了。看到这一棵树，我快到了；看到这个灯，我刚出发而已。那你就要跟自己对话，刚出发而已哦，不会那么累哦。跟自己讲，my gay 哦。好，那我们另外一位选手要抵达了第5水道的选手阿伟适应，到现场也响起热烈的掌声。郭少棠。虽然可能成绩跟其他人有明显的落差，但是至少完赛还是赢得观众的欢呼声。那其实每一个结束的选手都应该要被鼓励，对，这是真的很好的一个风气啊！运动就是这样子。加上这个比赛真的分龄，至少是和大概跟自己年龄或者是程度相仿，比起可能以后如果比更高层级的一些公开赛的话，这个相对。真的就从教练提到，就是跟自己来看能不能够比昨天的自己更进步这样。对啊，因为游泳池它就是50公尺，它就是标准的50公尺，你进步就是进步。是。接着还是在34岁的这100公尺自由式，第2组8道全满。目前一样是游在第4道的张景祥更加出色这个。代表队布拉鱼响当当的名号，是不是真的跟他实力一样，就是海放对手？布拉鱼好酷哦，太可爱了！现在队名越来越有创意，我喜欢。看起来他的实力也的确
也是在这一组当中是无敌的存在，对，越拉越开的情况，应该是有机会来收下分组第一。那他隔壁道的是第3水道的李元浩，应该是有机会留下分组第2。无敌布拉鱼的张景祥现在即将要来触墙。哦，布拉鱼出场了 ，touch，1分09秒19，也比他自己交的报名成绩1分10秒63还快一点点。再来是李元浩，1分15秒24。是黄帆轩则是分组第3作收，1分17秒83。那现在镜头的是许高杰，优乐游泳学校。那这一组大家的确实力是更加接近，因此第3组很快就要登场，但是在那之前要先等第8道的卢维婷回到终点。还有第8号。那只要不是选手主动停下来的话，大家都还是要等他回到最后才会，就是算这一组告一个段落。对，因为基本上裁判他也会看水平面一个静止了，然后下一组才会下。那而且我们等一下这一组它其实是第3组，依成绩来讲它是最快的一组，所以这个要公平嘛，我们水平面静止差不多了哈，大家都公平好，现在裁判就会喊好 ，take your mark。是，现在最后一组的是34岁男子100公尺的自由式出发。这一组最快的可能可以到1分整哦。第4水道运博的选手钱品成。的确看得出这一组真的明显的竞争更加激烈。哇，至少有2位都有争冠实力，甚至连第3道的吴义群也都有机会来超车对手。还有第5水道的黄博勇。哇，第5道的王博勇比隔壁道钱品成快一点点。哦，不过转身之后的跌脚，对，品成先出水面。所以这个边的技巧，钱品成选手就很好，马上又拉回第1名的优势。好，最后25了。看起来钱品成应该有机会稳住他的领先吗？就看看这最后一段。而且这2位选手身材很好，看起来很高挑啊。哇，看起来第4道的钱品成是快一点点，差一点点。哇，1分00秒31，还有1分00秒90。哇，那王博勇如果最后就差了0.6秒的差距，让他错失冠军的机会。那当然还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肯定对场边的观众而言也是相当精彩的观赛体验。再来是15、17岁了，总共有1组。就是这一组1到7水道是所有的参赛选手。那不过第6、第7道的最后都没有来参加。可能过中秋节了啦。啊，第6道有，是第7道重缺。原本应该是阿伟适应的谢炳彦。这是大旋转手臂的第5水道，第4水道是。哦，运博的选手肖仲璇。说不定就真的如同教练提到，熟悉的场馆真的很有安心的感觉。对，就当做练习，我也来比一下，对对，参与感也比较。但是有颁奖，就如果真的拿到第1的话，至少带走1面金牌，还有奖品呢。是，对啊。那他们因为只有1组，所以嘞，现在这一组的前3名就会是金银铜的得主。没错，唯一的差别是因为这个参赛组别不满10人，所以不会列入团体就是总积分的计算。但是就个人而言，还是有荣誉的加持。肖仲璇，运博的选手，然后隔壁2位是李佑成、树梨静友，还有陈定瑜、卡拉蒂。现在看到选手们依序完赛，最后第1跟第2道之争。
还是第一道的庄家哲好一些。那接下来就是18到24岁级的选手也只有一组，第2道到第7道。没错，那大部分应该都是大学生左右的年纪。那今天来参赛的有4位。那这一次在第2道的陈崇颖，这次就正常的由蝶式，而不是像前面它都是用蝶式来进行。现在就流水线非常漂亮。它由自由式一样是一马当先，不止刚刚蝶式。现在看到已经转身了，陈崇颖还是处于领先。而且大家可以注意看他的那个混合交叉做得很棒。是，你看一直一弯，一直一弯，一直一弯，这节奏掌握得很好，非常省力而且非常有效率的滑行，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游法哦，混合交叉的游法。国际赛现在会蛮常遇到这样的游法。确实，不管有什么事都是海放对手，那还是一样分组第1完赛。那因为在18到24岁级就只有这一组的选手，所以他就是成为了最终的冠军得主，相当优秀。那紧接着将会是25到34岁，逐渐来到中年的男子们，现在已经陆续站上了跳水台，正式出发，只有4位的选手。分别是第3道的黄永祥，第4道黎张玉腾，第5道是陈元浩，第6道则是许哲玉。上午也已经看到许哲玉选手在另一项有过出赛的记录。许哲玉选手非常厉害，他以前也是国手级的选手，这样子，实力相当好的一个好手。他算是跟教练同期的。他是学弟，他比较年轻。25到34，他应该35岁以下。我已经43，看不出来。如果观众朋友可以暂定格画面放大化成影片的看板，最左方就是我们现在担任讲评的高进顺教练。谢谢。那当然，稍早他也是有代表接力队的出赛，个人这一次也报了3个单项，真的值得大家期待。是，现在是先听着他的讲评，后续还有机会看到他在游泳池中的发光发热。我们第一位到的是54秒52是，非常快，没有水准的秒数。第6道许哲宇的确是过去的国手等级啊，即使他这一次报名没有给成绩，但是实力就在那边。第5水道阿伟，适应体育，是陈元浩也是很优秀，唯一游进1分内的选手，是刚刚看到代表亚洲竞泳的许哲玉。那紧接着要进行的则是35到44岁男子100公尺的自由式。哇，这个第4水道陈彦吉是我学长哦，中正 Old Boy。哇，很久没看到这个名字出现。那坐在转播台看到熟悉的名字，又在场上的比赛，这感觉真的好厉害。他的那个抓水效率很好，还是很省力哦，遥遥领先。的确，跟刚率先转身一样，就是陈彦吉。这真的不是只有蒋平老师在吹捧，是实力确实明显，是值得大家来效仿。真的。虽然久没有练维持一下体能，还是水感依旧在。对。然后在水上滑行的那个效率啊，很轻盈。第1水道也滑得很认真。孙晴凯，亚洲竞泳，紧追在后。后面没力了，抵达终点1分08，漂亮，很厉害。是对比报名成绩快了将近7秒钟，对，非常不简单，很厉害。所以像有听过就是这样，职业选手如果在训练，大概都要几乎每天都泡在游泳池。但是像以这种中年组或是像比试状运的话，大概以这个年龄层，大概平常对于备战比赛，大概会是什么样的训练频率跟节奏？其实如果像
大型赛事的话，其实在1年或半年前就要开始准备，是打底了这样。那赛前其实都在调整，那不会在赛前的时候做太强度训练这样。那大概1周会有几天需要，就是至少1到3天要这样。那如果比较勤劳的话，可能5天到7天，像很多选手现在有在玩铁，然后他们就天天都要下去练习，因为毕竟有3个项目。哇，那真的非常不简单。就是除了自己原本的正业以外，还会花闲暇时间来练这些额外的一些项目。真的，看到这是45到54岁级，总共有2个组别，这是其中的第1组。哇，玻璃兄弟是吧？廖冠杰跟廖维杰分别在第3、第4道，哇，是廖冠杰快一些，廖维杰是第3个转身，刚刚第2个转身是第7道的江国兴。是2位玻璃兄弟对上3位的亚洲竞泳选手。玻璃兄弟廖冠杰及第7水道亚洲竞泳江国兴、赵俊业还有邱天志，都是比较长期有在参加成人比赛的好手。对，那这次廖冠杰跟廖维杰就比较少见，但实力非常真的是兄弟。对啊，1分04秒。相当出色，也比他自己缴的1分10秒报名成绩快了不少。那第7道江国兴则是游出1分09秒37，是这一组的第2名。但是后面还有一组，包括6位的对手要来登场，相当快。这边也是顺利的完赛，邱天志选手，那就代表下一组马上要出发，一样还是在45到54岁的级别，男子组100公尺的自由式。第2水道勇将魂是我的队友李明喜。好奇，请问你们是怎么取这个队名的？大家都有一个热爱游泳的心。没错没错。其实将这个字呢，就是江仲琪嘛，他的外号叫小将，是，因为当时命名叫勇将魂，因为江仲琪教练他是在花莲玉里担任游泳教练，那他带队的成绩也非常好。然后我们其实成人杯有很多初学者的一些成人选手，那其实基础动作可能没有那么理想，那江老师呢，他很愿意分享。现在第7水道就是江仲琪老师，江仲琪老师第7力就不在话下。对，本身江仲琪本人就在水里面了，表现给大家看。我们看他，你看他姿势，划水效率也是很好，对不对？但你要注意他的年纪他现在52岁的51岁的人的男子我们来看看他描述的。哇，这个实力依旧他很强啊！第一时间马上回头看一下成绩板，1分05，你看，哇，比刚刚那个最快1分0440几岁的1分15，对，52岁游到1分05，真的相当不容易。3年前的时候，在那个桃园的全国赛遇到他，那当时他100仰的成绩就可以碾压3个岁，30岁到35、40都有命啊，超夸张的。是。假如高教练你来设自己100公尺自由式的目标，大概会设大概抓什么时间有机会游完？上次其实因为上次世壮运没有练得很好，所以游了1分03。哇，那所以更比这些前辈们还更快。没有，比较年轻一点。对。那当然，这一次高教练也有报名50公尺自由式的项目，是稍后马上就要在游泳池畔来为我们各位来小秀一手。对。那毕竟除了这一次身为赛会的算是宣传大使有录制影片以外，网络上也有不少高教练在示范一些基本的游泳动作的影片，也是如果有兴趣来研究的观众朋友可以当做一个参考学习的目标。所以5岁以上的男子100公尺自由式总共有2个组别，因此这一组就是画面上看到这3位，包括第3道傅文正、第4道方中仪，还有在第5道王万路，55岁以上。对，而且王万路也不是今天第一次来比赛，看得出他现在
速度明显是比较慢一些，毕竟前面也有参加别的单项，体力稍微有点消耗。是，因为这个整天的赛程啊，这比下来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尤其如果平常训练量没有像选手时期这么大的话，真的是蛮辛苦的。是，对，恢复上我们年长者啊，其实恢复的也比较慢一点。哦，对，像我自己现在也是体能上就是比较少练，所以掉的蛮多的。所以就策略性的报其中3个单项就好。哦，对，顺游，是，对，比较。那刚刚先游完一趟，就是接力赛，现在体能恢复到大概几成？可能还剩6成。那没问题，交给等一下的50公尺自由式，还是能够来最后的发挥。首先抵达第4水道，对，方中瑜是代表亚洲竞泳队，第3道则是清水救生的傅文正，也快要到了终点。1分29也很快，这个年纪不容易，非常不容易。而且我觉得年长的前辈啊，他们出来游泳竞赛真的很不简单。对，因为其实能够推广这个就是全年龄的运动啊，还是很需要很多年长者的前辈支持。是。然后大家其实很多卧虎藏龙在泳池里面没有报名，大家都很客气。事实上出来一个小模身手啊，就是给对自己一个就是肯定哦，就是说自己跟自己竞赛啊，这个是我们成人世界用的那种就宗旨，也是很好的。那像现在的第5水道的这位前辈他王万路，你看他虽然没力，但是他还是可以滑行，他就是用省力的方式在前进。对，很多像有长泳啊，像那种1公里长泳啊、5公里长泳这种，也是很多选手就像类似像鱼式啊这种，也是有在做这样姿势的部分，游的省力啊是最重要的。哇，也听到啊，甚至连现场的司仪都来给万路选手一个表扬啊，要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很优秀。下面则是男子100公尺的自由式最后一组，就是55岁以上的岁级，跟刚刚3位选手一样。那在这一组之后就要换女子的100公尺自由式的项目。我们泳将魂的总教练第5水道陈瑞杰是，亚洲竞泳。张华德第1水道，第2水道吕李仁亚洲竞泳，第3水道姚嘉禾。好多第18项是55以上，第采取组100公尺自由式。首先跳出去，现在领先的是我们第1水道的张华德，这位前辈他也是在成人泳坛有相当久的哦，他也是算很资深的游泳前辈。张华德现在有机会来率先的转身。至于游在第2名的是外国的选手 Polo Cononi。Polo Cononi 之前早上的时候才刚游完下，是，一样，今天1日2战，真的，体力相当好。不过看起来现在应该就是 Polo Cononi 跟张华德之间的较量啊，看起来 Cononi 有机会来上演一个逆转胜，的确，分组第1耶，就看看他等一下的参考成绩，有机会成为这一个单项的冠军。哇哦，差了100分秒哦。是哇，真的就是印证什么叫差之毫厘，些微的差距分出了胜负。没错。后面也看到最后一位就是在第3泳道的姚嘉禾，也是回到了终点。这当然也是现在奖评的高教练的队友。是。那就是好奇你们平常就是真的大家都是常常聚在一起练习吗？还是说其实
真的遇到彼此的机会也没有那么的多。其实像勇将魂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三重运动中心集训，那他们是算早泳会的形式，是1到5的训练。那6日的话，像勇将魂这个江仲奇老师会在那边教大家知识的一个调整，对，所以算是平常也有聚在一起训练，然后比赛的时候会有更多各路人马一起参与。现在看到是8岁以下女自主的100公尺自由式，好可爱！你看跳水也很可爱。真的就是回到游泳刚开始最纯真的时刻，没错，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水面。真的，这些小女生真的很厉害，这么小就可以游100公尺。我8岁的时候还游不完25。我8岁可能还是在怕水的阶段，对啊，真的。半个就是连换气都不太会的程度。对啊，所以他们真的很棒。看到这3位选手都是来自于台北市的大同国小，那除了第4道的姚慕成最后没有到现场，分别还有第3道傅余恩、第5道林朵朵跟第6道的廖杰瑜。现在林朵朵是拉开了和其他几位同学的差距。哇，林朵朵很厉害耶。出墙，休息一下。是，反正比赛没有规定要。好，可以了，再出发。最后的50公尺。他这个滑手换气都做得很棒哦。对啊，不输大人。的确，小朋友就先从基本动作开始养成。然后累了就接一个抬头仰。很聪明，战术的运用。省力，大家看得出，在这一组当中，他领先的幅度也够。对，虽然后面还有一组应该会竞争更加激烈，但是至少他分在这一组比较没有压力的来比赛。没错，还可以换到一个分组第1的机会。现在马上镜头就给他了一个特写，真的焦点。杨慕成、林朵朵。即将进入终点。最后林朵朵是一路领先的，包括中间在50公尺之后还稍作休息，但是不影响，他是这一组游最快的一个实力。2分16秒93是他缴出来的成绩单。傅余恩。像我们在做基础的幼儿教育的话，我们就是做到自由式换气，要进阶的时候，也是会教他们做仰转、仰式转自由式这样。这个就比赛的时候就很方便的可以拿来使用，自由式转仰式这样。但是大概会到什么样的就是学游泳学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会教这一招？就是他初级的第2周就可以开始训练这个。所以算很前面就会接触到的一个技能。对，可以先练习让他不怕水。现在看到是第2组也已经出发，同样是8岁以下的100公尺自由式。2组也是此项目的最后一组。马上就看到树林竞泳俱乐部的吴彦珍，很快先建立了优势。而更正是北师大同国小林岑云，今天1日3项，还不会累。哇，这组真的很厉害，势均力敌。这真的是8岁以下的小朋友。哇，每个人都游得很棒啊！但是换气现在都做到，你看高手走跟上一组就差很多了，这是进阶式游法。对，转身也很标准，滚转、出墙。这位是树林竞泳，大同国小。是。林岑云的确是稳定的拉开了他的领先。
那至于原本在第2名的林承言，来自暖溪国小第8道的选手，哇，他的第2名有可能被第4道的吴妍珍给超越。暖溪国小源自基隆，那一大早就来到了，就是在万华区的青年运动中心来参加这场1年1度的盛会运博杯。那看到1分30秒整，是林参云游出来的成绩，比他报名交的1分33秒还快一点。哇，破 BP 耶，很厉害。是，而且也是相当完美的一个结果，从头领先到尾。那其他选手也陆续的抵达终点。现在大家哇夹道欢迎第7道的林奇恩，哇接受旁边2位虽然来自不同学校，但是一样是同年龄刚学游泳的小朋友。的确，场上的胜负也许是一回事，但是对小朋友来讲，哇，大家可以说是就在水里一起玩，那说不定未来也会常常在这种比赛来遇到。没错。哇，接着第9岁、10岁级的，是和男子组一样啊，到这个中高年级的阶段，组别就变得更加的多。当然，现在还要先等，在8岁以下最后一位的选手还没回到终点，是第1道的郭佑新。文山区的景兴国民小学。他刚好也是在最边边的第1道，所以其他7位选手完赛之后都陆续从第8道的方向已经上岸。8岁以下真的很厉害，我觉得100字可以游成这样，真的很厉害。现在小朋友真的都不简单。确实，因为毕竟还有距离更短的50公尺可以报，真的他们选择挑战更长的一个距离。没错，的确是勇气可嘉。接着来到9到10岁级的女子100公尺自由式，总共有3个组别，而且每一组都是8道全满，所以总共24位的参赛选手。现在大家出发之后，看到3到6道的几位选手是竞争相当的激烈。哇，首先领先的是第3水道地内国小游泳队。哇，那第1水道马上追上来了。暖溪国小黄宇龙。这时候转身就可以看他们的平常练习效率怎么样。如果转身效率好的话，一个转身有时候就输赢一个身体了。就是甚至到这种就是比较年幼的这种组别，连转身的这种差异也有可能影响胜负。没错。就不只是在高强度的这种竞赛，就是从小就可能要开始培养。对啊。一些细节上的提升。像如果长距离如果跳水的话，有时候我们就差1秒、2秒。对。跳水出发的话。第1道黄瑜柔跟第3道的严云轩，看看谁更快一点，应该是严云轩。100分秒差距哦，非常微差，两个几乎同时触墙。1分28秒61，哇，真的1分28秒81，哇，真的差了0.2哦。第5道回来的是许玉婷，来自大直金浪。这一组反而不是根据泳道还有交的报名成绩成为最终的就是分组的排序。第1道的黄瑜柔
可以说是黑马窜珠。因为他当时报名成绩没有缴任何的数字，但是实力其实是相对突出的。确实。所以像刚刚威尔教练讲，有的选手就会那个可能初次参赛，或者是说他刻意隐藏他的成绩，这样让自己的压力不要这么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有的时候选手他如果报了秒数，他会有压力，所以教练在这个报名的时候也是要很用心的去感受每个小孩子的状况。接着是在总共3组的9到10岁100公尺自由式的第2组，一样是8个甬道都有选手，其中第2跟第2道的选手庄先选没有到现场。也是几乎齐头并进的情况。树林竞勇，这是李弥恩是吗？不好意思，看错。奖励24粒，率先领先。第4道的是刚刚提到的24粒奖励，的确是第一个转身的选手，最后50公尺。第2组领先的选手点数写到24粒奖励，第3水道明朝国小达人队郑希林。但其实像刚刚有蒋平老师提到，如果你可以游在最前面，成为大家焦点嘛，那就是因为你们其实，在如果身为选手在场中，你也就是不会看到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特写的画面，你们会回去再自己翻影片出来看，还是说你听到现场大家为你这个第1名欢呼，就会很高兴？都会啊。其实能受到注目是我们选手最开心的事情。对，抵达终点，奖励是1分25秒88，非常优秀。一样是一路领先到最后，而且也比他报名成绩给的1分33秒快了不少。是。就像这个前年去世锦赛，然后就发现很多选手故意把秒数报慢，他就可以比较游得轻松自在一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对。最后就是在第3组的9到10岁女子100公尺自由式，这组在处于领先位置的是第5甬道的王丽琴。这一组8位选手当中，多达一半，也就是4名都姓王，甚至还有跟知名影星王静撞名的好手在第2甬道。很厉害！他们这一组看领先的那个踢脚，他的踢脚踢得很好，很扎实，很快。现在成为一个倒三角，第1位转身的是第4道的李弥恩。好多第3组选手领先的是王丽琴优活。树林竞勇，树林竞勇的教练，林教练也是我松山高中的学弟，非常优秀的教练他学生时代也是算是游得很好的，成绩很不错的选手。这个带出来这个李弥恩，游的那个姿势也非常棒，速度也很快，1分13秒，对，1分12秒46。所以平时的那个基础的打的那个扎实不扎实，在比赛的时候很容易就显现出来。基本功。第8道的杨晨曦也回到终点，是游出这一组的第6名。压轴回到终点的则是第1道的吴云熙，那也代表9到10岁级的女子100公尺自由式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稍后一样还是100公尺自由式的项目，
是现在看到的11、12岁及多达4组的选手来参赛。这组是并组了吗？本来是3位选手，现在这好像8个水道都有人。11、12岁的对，如照名单上应该是有分4组，那第一组会只有3人，但是现在看到总共有8位选手都在场上来竞争。还是刚好就是有3位选手缺赛，会有可能让就是全部并再凑成3组整数。或是可能3位刚好都缺赛，也是有可能请假啊之类的。你可能要再跟大会确认一下。1分21秒，1分22秒，非常接近。的确还是陆续的完赛。现在等第8道的选手回来，那就代表这边赛事告一个段落。稍后下一组马上要出发。一样还是在女子组11、12岁的100公尺自由式。这一组看起来大家的实力是更加的接近，相当滑屏也快了，然后效率也提升了，还有那个脚的踢脚都没有间断。转身，叠脚2下。这个首先领先的这位选手，他基本动作非常扎实哦。第3组目前领先的是第5水道21赛，再是第2的有第3水道21赛1名，以及第4水道也是子熙许之一。看到第5道的是率先回到终点。这是原本名单上第2组的话，应该是林芷云。我只知道确认，还是现在应该是原本名单的第3组，在第5道会是蔡艺欣。接着同样还是11、12岁的女子100公尺自由式。目前场中进行的是第50项11至12岁。好，那看到这会是名单上的第4组，然后第4道的周彩杰，这一次大会的代言人之一，也是去年的5金得主，今年是爆满了6项，绝对是看板的焦点之一。当然，这不是形容词，的确是字面上的意思。它确实也是画面上，等一下会看到，在看板当中，跟我们现在担任讲评的高建顺教练同台的年轻好手。周小妹妹非常优秀哦，那这个全国金牌得主是。这未来如果好好栽培，应该前进奥运是有机会的。没错，也在这一次宣传影片提到，这是他的梦想之一。去年甚至连他母亲都有一起来报名参赛，不过他今年母亲是没有一起来到现场比赛。没错。
我周采洁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就是要在南瓜一面金牌吗？这是游出一个最佳的成绩，没错，1分07秒53。虽然根据他报名的1分03秒稍微慢一点，但是不影响，他还是比其他的对手来的突出。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看看是不是就真的可以如他所愿，是通往奥运之路的其中一步。紧接13、14岁，是第一组3位2组的选手，这是其中的第一组，分别包括第3道陈云佩、第4道洪子熙和第5道的黄文轩。洪子熙的配速跟滑屏都蛮快的。优乐游泳学校，首先转身，第一组领先的选手第4水道优乐游泳学校洪子熙，这是第2的是第5水道北郡泳队黄文轩。看到这一组是明显有比较大的差距，洪子熙是遥遥领先其他的对手们。因为这有2组，所以第一组的实力会有点差距。对，的确，第4道的洪子熙是游出了1分12秒60，哇，也是很快哦。跟自己教的1分10秒，这报名成绩相差不多。那就看其他2位陈君佩还有第5道的黄文轩，谁会比较快到？那看起来应该是黄文轩没有问题，这组的第2名坐收。这组完成比赛之后，紧接着会是13、14岁女子100公尺自由式的另一组，总共有6位的选手出赛，其中3人是来自于优乐的游泳学校，分别是第3道林千玉、第4道李佩璇跟第5道的王妍欣。哇，第4水道他刚刚一出发的时候就跳歪了，差太深。然后后面紧追在后面，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它返回来。第5水道是王妍欣，游泳学校，优乐游泳学校。的确，率先转身之后继续扩大领先。所以刚刚我说到跳水出发哦，那个有时候胜负差蛮多的。跳得好，那个一下就领先1-2秒了。尤其是顺势出水的那个冲力有没有帮助你这个很快，差很大。他如果转身又做得好的话，对，就很吃香。对，的确是优乐游泳学校，看到他们的泳帽上真的就是一个大大的笑脸，对，好醒目，快乐的象征。那王妍欣没有问题，是游出了分组第1，1分03秒16是他的参考成绩。哇，第4水道也很快，1分04。那跳水如果跳好一点，就应该可能会胜出哦。李佩璇相当可惜耶，就差这么一点点。接着是包括15到17岁级，还有18到24岁级的2个不同年龄层并在一起比的这一组，还是100公尺的自由式项目。17岁算高中生，高中女子组。对，那当然也有3位是大学生的年纪，包括第6道刘雨荣是来自优乐游泳学校，还有第7的卢冠霖跟第8道苏艺如则是台北大学的校泳队。18至24岁及目前领先的是第6水道优乐游泳学校刘雨柔。15至17岁及目前领先的是第4水道运博披萨王炳恩。首先比他
哇，第四跟第6很接近啊。是，哇，现在就看最后计分板谁快一点点。应该是有可能第6道的刘雨荣会比第4道的王明恩还快。没错。其他水道的成绩也陆续揭晓。这组完赛之后，下一组则是25岁到34岁的级别。永将文是30岁级100公尺自由式重一组。第4水道是西瓦样光勇。哇，永将文的选手陈巧莹，对，目前领先哦。看起来有逐渐扩大优势的一个态势。不过现在其他的甬道其实也是相当接近，哇！这个转身之后，就看谁做得更好一些。看看谁的后段体力有力了。没错，第5道的许耀竹看起来是先浮出水面。第7水道亚洲竞泳，第8水道黄思涵。54上目前领先的是第8水道亚洲竞泳黄诗涵。也紧追在后面。第2的是第5水道安伟师弟许耀竹，以及第4水道西瓦样看来是黄思涵目前领先哦。对，现在镜头马上遵命给他一个特写。哦，哇，看起来有机会倒吃甘蔗，成为这一组的第1名。所以100公尺的续航力真的很重要。哇，确实是率先出墙，1分28秒47的成绩完成比赛。第4水道1分30，跟第5水道只差了0.2秒，还是非常些微的差距，但是奖牌成色就有不同。真的，所以这个触墙，对，未到触墙的那一刻都不能放弃。永将魂的队友也回来了。对，这一组8位选手有多达3人是来自于永将魂，也就是我们高教练的队友。没错，他们都是。那有刚刚你搭档接力的搭档吗？哦，没有哦。他们都是这次第1次报名。是。对。现在则是来到35到44岁的级别。我们看到第2水道是我们的永将魂魏儿，哦，就是我们的蒋平教练。是，所以他刚刚中途要交棒，是因为还是要备战这场比赛。对，所以他对上的是他的学妹，这个黄凯杰，周静友，年轻他了3-5岁吧。但是女人的年龄应该是秘密。永远的18岁，虽然来比赛，真的这个就还是必须如实以报。我们的魏儿教练还是咬紧牙根，是不能落差太大。50公尺。哦，看来我们的黄凯杰，哎呀，哇，目前还是领先。对。哦，不过你看魏儿教练的滑屏跟黄凯杰，哦，魏儿教练很顺，对吧？很轻松，虽然体力不如人，但是哦，水感依旧在。是。哇，至于第3道的谢敏珊也是永将魂，2位女人之争啊！哇，但是看起来第7道黄凯杰还是快一点，率先出墙。第3道的谢敏珊则是分组第2，那当然这也只有一个组别，就是第1跟第2名的一个结果。看起来魏儿教练应该是要第3名坐收，代表也有机会来站上颁奖台。1分22秒89是他的成绩。对，恭喜我2位队友。谢明山也是很优秀，是。所以像你跟魏教练这样，你们还可以中途还跑来这边串场来担任解说，还要马上准备自己的比赛，这样2个角色的切换上，你们有什么样的调试？没错，其实我刚刚超想午休一下，好想睡觉，所以没办法透过讲话来充电哦。
没有办法，现在是6乘5的体力，没了0.5%的体力了。等下下去就给那个同才给垫一下，被人家垫一下。那50公尺应该咬紧牙根一下就游完，真的。时间到了。接着是下一个级别，45岁到54岁组，女子100公尺自由式8道全满。亚洲劲友郭嘉义，首先领先的是我们的勇将魂平泽佳代是一位日本的女性，是我们日本的朋友。所以她是因为就是游泳的兴趣才加入你们的俱乐部。没错，她之前在3重泳会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那这次也就是跟我们勇将魂团队一起参加运博杯。大家都是很热爱游泳的好手这样。紧接着跟在后面的是卡拉蒂劲友陈新玉，56岁级卡拉蒂的总教练 Justin 是一位非常绅士的教练，旗下也是有非常多好手，训练出非常多优秀的选手。现在看到这个差距明显的拉开啊，平泽佳代，只不过是勇将魂在这一组的唯一代表啊，看起来就是没有意外要来收获第1名的成绩。1分23秒75，对，不简单。第3名抵达的是第3水道卡拉蒂林秀芬。现在看到在等候第8泳道的选手回到终点。吴妍柔来自于清水救生，那比第7道的黄凯杰还快一点。然后黄凯杰在这一项的自由式游完，稍后还有蛙式要来比赛啊，真的对他体力上可能也是一大的考验。黄凯杰他很厉害，这次在那个日月潭也是拿到冠军，女子组的他的睡级，然后游的秒数还甚至比男生更快，他算是一个蛮杰出的游泳选手。稍早也已经进行过200公尺的自由式，那这一趟的100公尺自由式，是在这一组当中，第8位的结束比赛。那随着现在来到了45到54岁级，代表100公尺自由式也即将要告一个段落，紧接着会是在自由式项目的最后一个组别要来进行，在这之后又将要换到50公尺的蛙式，那同时我们的蒋平老师也要交棒。不过已经看到小朋友们都已经就定位了，所以刚刚就是自由式的告一个段落之后，我们感谢高建顺教练在这个阶段我们带来的转播，那也祝稍后高教练的游泳比赛顺利，我们稍后再见。是。没错。教练好，今天有播吗？对。我看转播有觉得你的脸面熟。因为我第一次播。谢谢教练。哇，结果都没机会让你登一下那个奖牌。
哦，我讲一条人呢，就搞嘛。哇，再回到现在，我们看到在自由式的项目结束之后，我们稍后要来登场的会是50公尺蛙式，从年龄低到高年龄的一个组别。那我们在这个阶段转播一样，所以我中要搭配的是在国立体育大学担任特聘讲师的詹胜伟，同时也是世新体育的教练詹教练好。你好。那当然，詹教练去年的转播也担任我们的赛评，那今年哇这是1年1度的这种算业余游泳爱好者的盛会嘛？那以你不管是担任教练或者是讲评老师的观点，就是你这样一年一年看到这些不管选手们还是整个主办来办比赛，你自己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吗？其实现在在国内大大小小的比赛越来越多，是那投入运动项目的人口也逐年增加，加上今年的运动部成立，推广了很多运动以及很多参与的人数，慢慢的一直都有在增加中。那在分龄赛里面，在这个运博杯里面像今天早上那个体育局长也有来，他有提到我们以前都很多常常会有70、80岁的乐龄者的长者也来参加这个比赛，所以我觉得在分龄赛里面，它最有趣的就会像说年纪小的到年纪大的，在这一整年的在训练过程中，好好的在这个借由这个比赛来展现自己的训练结果，是我觉得非常的。就是这个单位来办这个比赛，我觉得超级棒的，不容易，要照顾小的，要照顾到最大的，非常棒。是，而且特别是要在2天就要消化这么多场的赛事，在中秋连假，大家不管是参赛选手花自己的闲暇时间来比赛，还是工作人员也是牺牲了假期，然后就是要迎接这1年1度的运博杯盛会。我们看到现在选手们已经准备要来出发。接着要进行的是50公尺的蛙式，在8岁以下的级别，总共报名了3组，共24位的小朋友们。刚刚提到，因为组别多，然后比赛项目也多，所以2天内其实要消化将近200个小项。1天基本上就是从早比到晚，甚至不少选手真的也是身兼多项。对。我一个人报好几个项目，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候不小心还在报名之前还有那种接项目的，哇，那个非常刺激啊！那个检录组还会稍微等一下。这小朋友游蛙式真的是很精彩，也很可爱哦。对，第2道处于领先的是郑明峰，稍早也已经看到他游过了不同的组别。就如同教练提到，真的1天不只要比1项的话，对小朋友来讲，这个是体力上的负荷会比较大，还是可能心态上太过兴奋，会让自己体力消耗太快吗？我觉得像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就常常有机会可以征战不同的比赛。那借着很多小型的比赛，一直到大型的比赛，他们有时候反而已经是很享受的。那来，然后遇到不同学校，本来是对手变成朋友，会享受这个比赛的氛围，我觉得非常棒。对，哇，第2道的郑明峰是唯一游进1分钟之内的好手。那50公尺队就是这样一路冲到终点就结束，还不用加入转身的环节。当然是因为运博杯使用的这青年公园是50公尺的正规赛道，在25米的短道的话呢，有50公尺还是得有一次转身。现在看到第3道的林叶婷尝试要直接爬上岸，不过看起来是有些难度应该还是从旁边的水道，的确现在要朝第8道来迈进，虽然要横跨半个游泳池之远。这个要爬上去不容易哦，这小朋友。的确，而且这个池也是比较深一些。那先看到这是另外一边起点，大家又已经就绪，这是同样在8岁以下的50公尺蛙式的项目。这一组当中，8位选手有3位是来自于秋刀鱼队，非常有创意的这个队名。因为小朋友在学习游泳的时候，有时候会认为说我们在学习蛙式，它的推进动力比较大一点，所以小朋友有些他会借由练习蛙式来增加他的游泳自信心。是，这也是一个我们在教学上或指导方面的时候一个策略，先让他喜欢，
那接下来我们再慢慢的琢磨一些游泳的技术技巧。是，所以不一定会选，就是像自由式游的比较快，就可能蛙式带来的成就感是不一样。对，因为他的动力比较强，也许他一开始游的时候他就比较有自信，他接下来在练别的泳姿的时候，就可以借着这个自信心带到其他的泳姿去，然后让他的运动表现变得更好。是。第4道的王一宏暂时领先了，不过在他隔壁2道，分别第3道苏子仁跟第5道的苏宇少，跟他一起是推出了一个相当完美的水花。那就看看谁会是先触到墙。总共有3组，他们是现在分在第2组，看是不是能够因为大家实力的接近来激发彼此更好的成绩。有时候在蛙式踢出水花，反而会吸引到旁边这个技术裁判的目光，反而要注意一下，因为他踢出水花，等于他的脚背可能变直了，对，可能会被裁判判别为说你踢的不是蛙脚，是。所以裁判是除了在2个边的端线，侧边也会有裁判要来。对，侧边会有一个技术裁判。是。所以他一次看8个泳道的选手。2边都会有。正常来说2边都会有。所以就是如果你看到谁有犯规动作，就记录下来。对。上岸的时候就会给你一张单子。的确，选手们都陆续来到了终点之后，准备上岸。稍后会是在8岁以下这50公尺蛙式男子组的最后一个组别。不过现在看到还有选手没有完赛，因此仍然在耐心的等候。像他这个动作的话，如果严格来说的话，也是一个犯规的动作。就是因为我们就借着这样的比赛来吸收经验，犯错没关系，我们再修正，老师教练再来指导。是。这是第6道的银桥国小鲨鱼队黄佑翔，前面也看到鲨鱼队看起来报比较多选手，但是银桥国小还有另一支队伍取名海豚队，也是相当有创意的命名法。银桥国小的这个老师教练也是，在教学上很有经验哦。说据我的认识，他们都是对小朋友，那他们队伍的人很多，代表他们前仆后浪，一直有人陆续在参加这个队伍。从比较小的小朋友就在栽培，让他们慢慢的变更强。他们老师都非常的有经验。是，现在看到选手们回到岸边之后，稍后会是第3组的50公尺蛙式，在8岁以下的这个级别。那的确就是国小低年级，大概就是刚接触游泳的这个年纪。那假如请教教练，以你如果这样带队遇到第一次比赛的选手们，你们会给小朋友做什么样的心理建设吗？其实，在他们来比赛之前我们要做一些，比方说试水或者是移地训练，让这些小朋友了解说，深水的时候是怎么游，不要一下水就突然呛到就害怕。那其实他们这些小朋友一下水，哇，每个看起来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是，所以我们在带这些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反而在技术上没有什么问题，他只要在跟练习的时候一样，这样就好了。那我们不用太多责怪他，不要每次一比赛就是说一非拿金牌不可。对，完成也是跟自己挑战，完成比赛也是一个很棒的成就嘛。是，那会不会有就是可能哪个天才他第一次比赛真的就拿了金牌？家人有带过这种例子当然是有天才型的选手对啊，但是有时候就像我们中乐透，不见得是件好事。对，太早有成就的时候，反而他以后万一成绩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他反而挫折度很高。是，对，要让他一直保有心里面弹性的状态。对，看到第4道的姚义恩，第5道的王友荣，跟第3道徐德恩，基本上都是伯仲之间。然后3位选手都是代表不同的单位，包括姚义恩是江翠的少泳队，至于王友荣则是2势力鳄鱼的2。那徐德恩则是用个人的名义来报名。那3位选手差距不到2秒钟。这组看起来的动作都是蛮不错的。
都是有在练的。是。接着要来看到，目前截至今天已经一连播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那组别最多的一个单项就是现在看到50公尺蛙式，总共多达5组，在9到10岁的男子这个级别当中，仅仅是第一组的选手，包括2位来自基隆暖溪国小的黄玄崇，还有黄玄宗跟第4道是陈全利。第5泳道则是严其月，还有第6道是林千诺。同样今天也不止比了一个单项。这一组男子组50公尺蛙式共5组的第1组。这个水感就非常好。第6道的林千诺，上午如果就有在收看的观众朋友，应该可能对他的好表现有一点印象。要追上来了。对，第3道黄玄宗也不遑多让，克服了差距，现在有机会来上演逆转秀吗？我们就看看这最后大概5公尺的距离。不过看起来应该林千诺还是可以稳住胜局。那当然，这一个级别多达5组，这只是第1组的成绩，还是必须跟后面其他的对手来做比较。接着进行58项第2组。这4位选手陆续的完赛之后，稍后会是第2组，在9到10岁的男子50公尺蛙式要登场。那的确还是有些选手是选择在水下出发。那像好奇请教教练，就是通常大概什么样就是小朋友学到什么阶段会开始教他跳水或者是翻身的就转身的动作？其实如果场地允许的话，我们在每一次的训练都可以融入这些跳水跟转身的动作。是对，不管是怎么样的训练，都可以把它加进去。甚至比方说我们在训练中有冲刺啊、混合慢的、快的这样子搭配，每一个技术在搭配上，比方说冲刺我们不一定要冲到底啊，跳水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从跳水到15公尺这样的距离，这样的时间是多少？我专门就测这一段就好了。那我们的反复次数就可以多一点。是，那让他在跳水这个技术上面可以更加熟练。所以也代表说，每一次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加入你想要的训练。转身也是哦，我们每一次的短池的转身次数比较多，让他反复的练习次数多一点。看得出来，邵千瑞虽然他没有缴交报名的成绩，但是明显他的实力是比同组其他对手来的更突出。率先的触墙啊，稍后来看他的参考成绩是56秒43，唯一游进1分内的选手，真的很快哦。就大概以这个年龄层的小朋友50公尺蛙式就是抓1分钟吗？还是可能会再通融一点？其实还有更快的哦。对，还有但是我们就是现在这个年纪的孩子，我们就鼓励他把动作做好。对，那激励这些部分我们维持，不一定要马上的就强化他。是，因为你长大，身体跟着长大，力量就会变强。接着是在男子9到10岁的50公尺蛙式第3组。一样是8道全满的情况，那这一组就是有银桥国小2个分队，包括鲨鱼队是在第3道的廖延嘉，还有2位海豚队，同样是银桥国小学生，第5道朱拓安跟第7道的陈义恩。目前小分进行的是第58项的第3组。这组看起来大家比较是齐头并进，但是第4道的林大敦好一些。林大敦稍早我们也在自由式的赛场见识到他的实力。这个还在
你要同学哦，这个等一下上来肯定教练会念他2句。对，大同国小也是去年不管是在男子组还是女子组，算是常胜军之一。去年他们在男子组是荣获了团体锦标的第1名，也是传统名校。是。然后当然去年詹教练也是有担任赛评啊，也是有见证他们夺冠的一部分，不简单。学校环境也很棒，是训练环境也维持得非常好。的确是林大敦来自大同国小的 A 队，57秒34是他缴出来的成绩。其他的几位选手都是在1分钟的多一些，包括第3道是刚刚提到银桥国小鲨鱼队的廖延佳，还有第5甬道则是银桥国小海豚队朱拓安。当然现在还有2组的9到10岁50公尺蛙式要进行，包括现在看到是第4个组别。也看到这边清一色都是红色泳帽，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台北市的万兴国小，包括第3道的方晴浩、第4道苏大人、第5道的林硕恩跟第6道的张义成，都是同样来自万兴国小的同学。动作都做得不错。他这个也是一个策略，比方说在短距离的时候，我们的滑手的那个次数比较频繁一点，他在短距离也是一个策略。看起来应该是苏大人要快一些。苏大人在第4甬道确实率先出墙，第2位则是在第6道的张义成，两位都是来自万兴国小，相差了不到1秒钟的时间。至于第6甬道的张义成，刚刚其实率先碰墙的是第8道的刘思谦才对，更正。接着为多达5组的9到10岁50公尺蛙式要迎来最后一个组别。接着进行第58项的第5组。接下来这一组理论上就是上面成绩应该最出色的，包括有3位选手给的报名成绩是4字头，包括2位来自大同国小的杨立远跟林佑达都是给出40秒的一个参考成绩，还有江翠少勇在第3甬道的姚运成都是41秒左右。但是看到第4甬道的杨立远是最后缺席，没有来到现场比赛，很可惜哦。这个第1道的李元祥也是跟着哥哥一起在练习啊。那哥哥也是一样横跨田径跟游泳2个项目。是。这个真的不错，蛮快的，效率非常好。所以这也是就是詹教练的子弟兵啊。是，这个是乖孩子啊。是。所以阿伟适应的伟是用你的名字来命名。对。是。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呢，那个教授长辈都是直接这样叫我们，就把名字留下来使用。看到成绩陆续的揭晓，几乎都在50秒以内，相当不简单。最快的是第3甬道的姚运成。有时候这样分组起来有时候遇到快的，你会不会激发自己也变得更快？比赛它好玩的其中一个元素也在这里。所以就是在游的过程，其实还是会关心一下附近的对手表现怎样，亦敌亦友这种感觉。接着是要来到年长一些高年级组的11、12岁级别，也是一样有4组之多。50公尺的蛙式在这一组当中，一样是第4道的选手从缺。表定应该是来自定内国小的洪英伟。另外第3、第5道则是来自外国的游泳爱好Trotter 兄弟。第3道是Michael， 第5道则是 Mateo。看到游最快的，看起来是画面下方第2道的郑宁谦，
哦，他今天也是一日多战，但是每一场比赛他真的拼尽全力，都是在那一组当中表现最突出的一位。很认真。哇，真的某种程度应该也算天才型选手啊。不过当然11、12岁其实也是有蛮多的游泳比赛经验，照理来说。选手陆续完赛，洪明坚是唯一游进50秒内。至于严其乐代表6口家的第6泳道选手分组第2名坐收。接下来还是一样11、12岁级的男子50公尺蛙式。现在正式的出发，光跳水就有看得出有一些落差。第6道的过博伟表现相对没那么好，现在距离其他对手差距逐渐被拉大。那游最快的暂时是第4泳道的谢耀宽。法会报告：平桥国小海豚队陈继恩，平桥国小海豚队陈继恩，6口家。就像就是像刚刚如果有同一个组别很多是同一个代表队的选手的话，那如果你身为教练，这样你要一次看这样盯4个不同选手动作吗？还是说大家会可能教练团队一个人负责几个这样？其实当教练，每一个孩子正常来讲，一个教练，你从背影看他，或者是远远的看他的动作，你就可以知道是谁。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所以4个泳道都是我们自己队上的，我们应该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是。那让他们也知道说，你们平常练习跟比赛的时候差异是什么。看到第4道的谢耀宽是这一组游最快的，来自于台北市文山区景兴国小，在捷运万隆站附近。看到大家都陆续的完赛之后，裁判也是提醒大家要赶快到岸边，回到场上休息，因为下一组马上就要登场，这是在这个级别的第3组。这一组当中8个选手，多达7个不同的代表团，唯一有重复的就是秋刀鱼队，也是非常应景现在中秋连假的一个队名。分别是第5道的王伟博，还有第7道的许爱登。那其他则是分别代表不同学校或者是俱乐部的成员。现在看起来游最快是在第5泳道的王伟博。哇，这个力量很强，是，他这个力量让我有点想到那个以前有一个选手，那个日本的叫做北岛，他那个力量真的蛮大的，滑行效率也非常好。这组明显的成绩都比前面来的更出色，但是他们后面还有一组，就让我们期待是不是等一下大家发挥出来的表现会更好。接着应该值得期待的会是场强强对决，这些11、12岁，就是国小高年级的小朋友一跃而下。首先浮出水面是第4泳道的陈慈仁，运博披萨的队员，对这边的环境应该再熟悉不过，某种程度应该也是主办方的代表团之一。他这个策略也是一样就借着我们的反复滑手次数比较多，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游比方说100蛙、200蛙的时候，我们会要求学生要练习有这个滑行的动作，或者在短距离的时候，他这个反复次数多一点，让他的速度可以马上拉起来。的确陆续的抵达终点，陈慈仁的确跟他的报名成绩给的差不多，就是在40秒以内的水准。算是正常发挥，
确实也是成为了在11、12岁级的男子50公尺蛙式冠军得主。随后又要来上升1个岁级，来到的是13、14岁，然后是男子的50公尺蛙式，总共有2个组别。看到这边是1到7泳道都有选手。正式的出发，那的确2位从水下出发的选手，明显就比有跳水的差了一大截。所以跳水要练哦。看到目前一马当先是第4道的李元，第5道的蔡宗佑，的确真不愧是飞鱼勇将，代表队伍这个人如其名。但是第1道的话，这外国同胞也不遑多让啊 ，Alessandro 有机会反而成为这一组的第1名。现在看看Alessandro有没有机会来超车，不过看起来蔡宗佑是更好一些，38秒76，比第1道的外国朋友39秒66还快一点。第4道则是李元浩游出了48秒21，和其他2位对手有一点差距。接着进行第60项的第2组。这个李元浩平常在练那个铅球的样子，他那个手力量蛮大的。所以蛙式不只是靠就是脚踢水，也有那个抱水也很重要。抱水也很重要的，还有手脚的配合。对，手脚这个配合，还有加上手跟脚配合，中间有个腹部嘛、核心嘛、大腿，所以这2个手跟脚配合之间还有一个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这个孩子也是第1次报名比赛。他分龄赛好玩的就是，不论年纪、不论程度，鼓励大家来运动。对，2位都是阿伟适应的子弟兵，卢威霆也是完成了他的比赛。那他13到14岁才就是第1次比赛，是因为他起步比较晚。对，因为之前的练习会比较属于休闲的，那我们鼓励他，有一个目标嘛，对，来试试看，练一段时间的时候来试试看，比赛的感觉氛围是怎么样。现在第2组大家都有相当积极，看到第4道的钱品成今天1日多战，但是现在看起来体力丝毫不减，代表他平常训练量是非常足够啊。播报台联系，谢谢。而且的确看起来又是要收下分组第1，甚至有机会是总成绩最佳的一个结果。参考成绩33秒27，的确没有意外成为最后的冠军得主。第5泳道则是陈奕轩，来自台北的社子国小。江翠少泳队，王天义则是在第3道而分组第3坐收。马不停蹄来到的是15到17岁级的50公尺蛙式项目。看起来好像有人偷跳了。我这边没有听到那个裁判的鸣笛吗？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看起来现在应该是第6道的黄瑞生要快一些。这场50公尺蛙式，他游出第1名没有问题，因为在这个级别只有1组的人，就是场上这5位选手参赛。接下来又是来到了大概大学生的年纪，18到24岁男子组的50公尺蛙式，就是场上的这
表定8位，但是第8道的李佑成没有来到现场，所以7位选手来竞争。其中也有算半个地主队的海燕维京人，在第2道的林奕轩。海燕的基地也是用这一次运博的主办场地，就是在万华这个青年运动中心的游泳池当做平常他们俱乐部的场所。这一组竞争相当的激烈，但是在第5道的陈科君还是快一点点，33秒06比下林奕轩的33秒57。基本上就是到这个年龄层，应该技术大概都定型了，对。那比的就是一些就是临场跟细节的部分嘛，就是看还有没有在练技术是没有什么问题，就看还有没有在练是，但如果像现在随着年龄的急剧逐渐拉高，应该现在就是大家都是真的对这项运动还有热情才会再来比赛。没错。那游泳这个项目，你可以一直陪伴你到年纪很大的时候。是，我们也是鼓励一些长者、英法族可以来从事游泳的运动。他的运动伤害比较低一点。就像我前一阵子也去看医生嘛，我在打篮球看医生，医生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改个项目，叫我来游泳？”是。那我就跟医生说，我其实一直有在游。所以算是双栖我是打篮球，我喜欢打球了。对，那自己不太打得不好，把自己弄受伤了。医生叫我还是回去游泳好了。看到这边率先抵达终点的欧旭峰是振臂欢呼。毕竟在25到34岁只有4个人报名，但是又有1人缺赛的情况基本上3个人应该都是分别就是领到了1、2、3名的一个奖状还有奖牌。看起来是有游到他理想的成绩紧接着现在要进行的是35到44岁级50公尺的蛙式，基本上就是亚洲竞泳的天下。那除了第4道的吴奕成没有来到现场以外其他第2道陈吕贤、第3道林冠宇，还有第5道林家宏跟第6道郑文杰全部都是亚洲竞泳的代表而且看到这陈吕贤游得很快他的距离抓得非常准我们在15公尺的时候一定要出水面他第一个滑手就出来，而且那个距离感是非常好的。是，看起来应该也是冠军是囊中之物当然他们这一个级别有2组的对手，所以稍后还有其他的选手会登场。看到这是陈吕贤的成绩32秒81，第2名则是林家宏的33秒48。那看到第7道的唯一非亚洲竞泳代表是来自清水救生的邱耀龙，游出了这一组的第4名，比隔壁道的郑文杰慢一点点。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些多元智能像这个空间感、距离感也是他一个天生的一个很棒的能力。是，这有时候是训练不来的。当然后天也要加强训练，才有办法尽量做到这么精准。那这当然只是在我们这种就是像业余的分龄赛，如果到世界顶尖，他们真的这个就是细节上的较劲。真的没错看到这一组在第4道的林佳宇一马当先，来自热水泳队。完全就是画面上没有其他的对手，要率先触墙。看一下他的参考成绩，是36秒59坐收。那第5道的陈秉颖，则是在这一组第2名，41秒82。其他的选手们也陆续来到了终点区。接着要来到了比较中高龄的一个阶段，现在是要为各位送上45岁到54岁级别男子50公尺的蛙式项目。
这一个级别总共多达3组之多。不过在第一组当中就看到第3道的陈俊志没有来到现场。有时候这个级别哦，遇到这个中秋节，可能要带小朋友回南部啊，没办法出来啊。刚好遇到这个节日，对，那算是就是小插曲。中华文化的3大节之一啊。对。不过我觉得很厉害，就是来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多。没错，投入的人很多。大概目前看起来缺席率应该还不到5%，基本上还是有报名都有出席。看到这50公尺的蛙式稍纵即逝，哇，前2名就是只有0.07秒的差距。尤文凯比第5道的张君晃还快一点点，同样都是代表亚洲竞泳来出赛。不过也要提醒的是说，在比赛如果缺席的话，记得跟主办方做一个请假的动作。有时候在正式比赛没有请假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同时也是尊重比赛啊。现在第2组正式的入水。这一组看起来前段是势均力敌，不过显然在第5道的徐宇伟是快一点点。原定在第8道的吕少卿选手也没有来到现场。看到第4道的宋子杰反而窜了出来，最终是气走了隔壁道前半段都领先的徐宇伟，相当精彩的一场较量，两人都是游在44秒以内。当然，他们的成绩还得跟等一下出赛的8位选手比较，但是至少就当下的感觉，你就确定这一组你比其他人都还游得快。是。马上第3组的45到54岁级别男子50公尺蛙式也出发，这一组有多达3人是来自海燕维京人的选手。大哥，谢谢。看起来率先出墙将会是第4道的王汉邦，36秒47。这一组真的竞争更加激烈，第2到4名全部都是只有0.3秒以内的落差，而且有4位选手游进40秒内，的确都还是比前一组来的更快，都维持得很好啊。是，那像刚刚分组第1的选手，他是在那一组第1，但是随后就看到有3个人游得比他快，这样马上没牌了。对，短时间内真的心境上的转变。比赛就是这样啊。是，我想以选手而言，假如以你个人的话，你会希望你想要当就是总成绩，就是你排在最后这种高强度竞争，还是你至少前一组就出赛，但是拿分组第1的感觉会比较好？我觉得在分组第1还比较舒服一点。是。所以就算后面的人都比你快，你也可能不会太失落。对，就是你平常练习，比方说这个蛙式也许不是你的主项，那你也许分配到这个组别的时候呢，你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发挥看看。是。这是在50公尺蛙式男子组的最后一个单项，55岁以上的级别游最快的是 Polo Conconi， 今天也是1日3战，而且越游越好。连续2项他都游出了分组第1，包括刚刚看到100公尺的自由式，他也是单组的最佳成绩。也比隔壁道第4道的赖彦任，还有第6道的陈善伦都还快。现在还有看到第5泳道的黄荣冠，
正在朝终点迈进。顺利完赛，裁判也不马虎哦，确认触墙才按下码表。也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记得双手触墙哦。对。所以看到男子组的50公尺蛙式告一个段落，紧接着又要回到女子组的赛场，而且又是从第一年龄的级别开始。现在首先进行的是8岁以下。小学低年级，差不多刚学游泳的一个年纪。这个组别总共分为2组，第一组是3位选手，但是有1位缺席，这就是2位之间正面的交锋。有时候我们在看女生游蛙式反而会比男生更优雅、更好看，因为女生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她的协调性是优于男生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动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女生好像游的比较好一点。当然你说力量可能会有一些差距，但是女生的协调性，她是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她是优于男生的。那在教练跟老师的训练模式上，就可以做一些调整。第4道的李承元稳定的朝终点迈进，率先的触墙，57秒53，现在在等他的对手，代表2势力的罗成宇，是顺利的完赛。紧接着镜头又要带回到另一边，因为另一组的8岁以下50公尺蛙式8位选手已经就绪。像还没学到跳水技巧的这些小朋友，他们来比赛就等于一开始先吃一点亏，那有可能在后面来扭转他们的就是出发的劣势。也是有机会，就看他平常训练的这个运动技术的动作，有没有办法来弥补一点点。是，当然是跳水是比较好啦。对，按这种小小的身体上这个跳台，真的会蛮紧张的。第4道的林承云，哇，的确小年纪就展现真的全方位的实力。今天比了多个不同单项，但是每一项他几乎都是在那一组当中游最快的。镜头现在马上给他一个大特写，来自大同国小传统游泳名校的好手。去年大同在女子组当中是赢得总锦标的第3呢，今年看看是不是林承云能够成为团队，有机会站上颁奖台的一份子。至少他个人而言，哇，又要锁定一个奖牌了。紧接着第2位触墙的会是第2道的卢云熙，是来自于大同区的延平国小。哇，这个是8岁耶，哇，真快啊！那2组的8岁级50公尺蛙式这边也是告一个段落，紧接着要来到中年级的9到10岁，就多达3组的选手来参赛。3组总共有22人。在第1组看起来是原本表定第7道的洪佩纯没有来到现场，邀请各就位出发。像假如只要不是第1名的选手，你就看得到其他人在你前面，那你这样在游的过程，
你是会因为想要来超越对手而分心，还是以专注自己的就是做好每个动作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还有机会拼个输赢的话，说不定可以改变你的策略。比方说，我一开始是用滑行的技巧多一点，那我要追了，我还有机会追的话，我可能就是刚讲的，我们就把滑手的频率加快。是，所以这个对就是像9到10岁的小朋友就可以给他们开始灌输这种观念了。其实我觉得不用，就照教练给你的节奏就好了。你到了比较中高年级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策略性的时候，你在场上你可以改变你的策略方式，因为游泳你还不是傻傻的一个人就是冲到底，他还是要动点脑筋的。对，那这一组游最快的是第3道的黄瑜柔，57秒38，是这一组唯一游进1分内的选手。紧接着是9到10岁级女子50公尺蛙式的第2组。8道全满，没有任何人缺席。看起来第4道的江以文是有备而来，这个代表24力的小勇将来势汹汹。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最可爱，在刚好在练习跳水啊，跟这个运动技术的这个衔接过程哦。我们也可以建议爸爸妈妈这时候帮他们多拍一点照片，等到年纪比较大一点，技术成熟一点，说回头看看以前跳水的样子，就是很可爱。是，可以做个纪念。不然那个到了青少年，年纪越来越大，那个偶像的包袱越来越重哦，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帮我们捕捉一些这样可爱的画面。确实，也不是想拍就有机会拍到。第4道的江以文的确是游最快，而且还在50秒之内的47秒40，跟他报名时交的48秒差不多，算是一个个人最佳的表现。那当然还有一组一样是9到10岁级别的女子50公尺蛙式。现在差不多都是憋到15公尺左右，开始浮出水面换气。第5道的黄瑜慈，奇幻小魔女，稍早看到她的自由式精彩表现，现在这个蛙式，看起来也是没有问题。他刚刚比的是100公尺的蛙式，现在是游比较短距离的50公尺，他一样游最快，交出了40秒45的成绩单，那比隔壁道的李尼安还快一点点。几乎是按稍早的100公尺蛙式结果差不多，他们两位真的就是可以说是难分轩轾。接下来要换小学高年级的11、12岁，在这个50公尺的蛙式当中，一样是分为3组。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在游蛙式的时候，出发的时候是可以允许一个跌脚的。那有时候一个不小心你跌2次，技术裁判就抓你犯规了。是，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卡迪勇劲勇队的高维恩目前是大幅领先其他对手们。确认看看他有没有双手触墙，没有问题。所
顺利的完赛，游出53秒04。第二个到终点的，则是在第2甬道的唐以萌。这一组因为是3个组别当中第一个出发，所以可能实力落差会比较大一点。那第2、第3组后续理论上成绩应该都会是更加的竞争。这可能在蛙式上还不是那么熟练哦，回去再多练习就可以了哦，不用太过气馁。有时候在控制脚背这个动作确实比较不好控制哦，它离我们身体最远的一端嘛，那控制这个脚背跟脚踝的这种勾的动作，其实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别人做起来很简单，我们做起来不容易。哦，那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差异，要多练习来弥补这样的差异。哦，勤能补拙嘛。好，接着还是一样是同一个岁级的11到12岁组别。看到这一组，明显大家动作就更加熟练。那当然还是有表现更突出的选手，包括画面上看到第3道的何信尧跟第2道的李奇珍。那通常这样选手报不止一项的话，他们是自己觉得有信心可以挑战这么多，还是说反正就是不报白不报，就是多比赛多磨练这样？其实来都来了，对不对？对啊，就是都已经要待在这边一整天了嘛，那多报几项，如果主办单位有允许的话，多报几个项目，我倒是觉得是非常好的。哦，多一点比赛经验，因为你再怎么比都会比你平常比赛那个练习的量少很多。是。那当然也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每次冲刺都是把身体压榨到极限，所以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比方我们冲完之后，我们要练习要怎么放松。哦，比方说你是不是可以带个滚轮在岸边啊，带个弹力带啊，你在冲完的时候你要怎么放松？或者是比较到一个水温比较低的冷水区哦，把它稍微冰镇一下，因为肌肉刚刚练完之后，你需要冰镇一下嘛。哦，这都是一个在比赛上的策略，我也可以提供给家长知道一下。有时候我们去比赛，不见得教练每一场都会在你身边。那身为爸爸妈妈、家长陪伴者然后特别注意我们小朋友选手的状态。接下来现在是在11到12岁级别50公尺蛙式的最后一组。在这一组当中，是第5道的陈品璇最后没有来到现场。游最快的是看到画面上就是第4甬道的李佑成，今天一样是不止比一个单项。射线触墙的成绩是在39秒57做收。其他选手也陆续的来到终点。那就代表现在11、12岁级别的女子50公尺蛙式告一个段落，稍后是要来到13至14岁级，只有一组，共6位的选手报名参赛。那后期请教教练，就是像这种不同
就是年龄层大家都比一样的是，那这样这种观赏重点而言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每一个人刚刚有提到了他的出水面的技巧，以及他在水下的动作。他如果做完整，刚刚好第一个滑手就15公尺的话，刚男生有一个人就只有他一个，我刚刚在观察只有他一个有做到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力量、距离、空间都抓到最精准的位置，那这个都是千锤百炼练过来的。那我们在观赏、在欣赏这些比赛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算算看，他比方他滑手的次数，这个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现在看到这一组拿下分组第一的是第4道的林千羽，代表优乐的游泳学校。接下来将会是跨到下一个年龄段，15到17岁，50公尺的蛙式就只有场上看到的这3人，第3道是蒋千英，第4道是赖佩萱，以及第5道的尤薇。而且尤薇相当有趣的是，他报名单位浅显易懂，就直接叫来 Love Swim， 真的非常热爱游泳，超棒的。那至于第4道赖佩萱，则是代表运博的 TISA 团队，目前是游得最快的。不过在他旁边的尤薇也是不遑多让，两人现在看起来就是要竞争第1的位置。至于有蒋千英可能差一点点，那最后成绩还是一样，是赖佩萱率先出墙的39秒11。那尤薇也是游在40秒内，同样是不差的一个成绩。接下来是并组一起来进行，因为25到34岁还有的18到24岁这2个岁级的选手比较少，因此是合并来进行比赛。但是当然，颁奖跟成绩记录是分开的。那由于因为报名都不满10人，所以不会列入在团体的就是代表团队的总成绩计算。有一个蛙镜掉了，跳水的时候要特别再练习一下。跳出去的时候记得下巴收紧一点。教练的时候再提醒一下。不过这是难免的。像以前菲尔普斯比赛的时候，蛙镜掉了一样奥运冠军。这其实也没什么，这也是一种练习。他在练习过程中，他就刻意练习蛙镜掉了，他有这一项练习你看他训练菜单有这一项练习。但是要怎么样刻意营造这个情境？就是我跳出去就带歪的这样。看到这一组游最快是在第6道，代表有降魂的陈巧莹选手，他是25岁到34岁级。那完赛之后，接下来是35到44岁的级别，同样是女子的50公尺蛙式项目。那就是画面上看到的3人，其中2人是从水底出发，后面第3道的卢嫣柔跟第4道的文仁婷。哇，不过显然用跳水还是比较有优势。第5道陈柔涵现在遥遥领先。的确整体动作也做得非常流畅，反映在他的成绩上。看到郑荣华已经率先完赛，38秒35，在等其他2位对手的到来。看起来卢嫣柔在第3泳道的这位选手应该是更好一些，要拿到第2名坐收。
这边文人廷也触墙之后，代表这一组要画下的句点。接下来会是35到44岁的另一组，总共有6位的选手登场。6位选手当中有一半都是来自卡拉地的竞泳队，包括第2道的廖雅婷、第4道王银珍，还有第5道的杨淑婷。那看起来黄凯杰一样是体力无限，这位亚洲竞泳的好手，今天一样几乎每个单项都有他的身影。那虽然不是每一个都游最快，但是只要是他的强项，真的都能稳定发挥。他是体育魔人啊，我跟他认识很久，非常热血。然后教学，他现在也是在学校担任教职啊，在教学上也是非常优秀，自己都是身为榜样啊。这次也是光个人单项就报了6项之多，就是到上限。也是来了这个，来都来了哦，秉持这个精神，哇！而且贯彻始终哦，也是有不俗的表现，真的是值回票价。上第一时间先看一下自己的成绩，选手们应该都非常的满意，还在等第2道的廖雅婷游向终点。哦，这个游到泳帽掉了。那个戴泳帽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是那个女生头发比较长哦，不要压到头发，把头发往后塞哦，贴紧你的额头，就比较不容易掉。是，哦，戴下面一点这样。那甚至有些选手是习惯把泳蛙镜先戴，然后再戴泳帽，对，压住它。对。是像一些顶尖的选手有再戴2层泳帽的话，这样对头部的感觉会很明显，比较。他觉得比较紧一点哦，甚至觉得比较紧一点哦。是，对，以前还有把那个头发剃光的，对，都把体毛除掉的。这是来到45到54岁的级别，也代表这是50公尺蛙式的倒数第2组。哦，这个延伸的动作做得很好。第4道的黄诗秀，还是海燕维京人。看起来没有意外是要率先的触墙，裁判已经走出来迎接他的到来。那确认双手触墙无误，参考成绩49秒80。第2块则是在第7道的黄秀武，代表降魂的一位好手。整个3位选手是游在1分钟之内。现在还在进行比赛，同样是海燕维京人的地主选手谢之琪，现在逐渐的通往终点。哦，也是完成了。接下来将会是男女的50公尺蛙式的最后一个单项，就是在55岁以上这个级别，总共有3位好手来报名参赛，分别是第3泳道代表亚洲竞泳的沈丰美，第4道是海燕维京人的林金筹，以及6道泳降魂的沈坤妹。那真的55岁以上还来报名来参加这种正式的比赛，真的也相当不简单。现在都是壮世代嘛，在这个体能上啊，都是其实还是可以再练的。对，甚至还有在进步的。看起来目前沈坤妹所奠定的领先基础应该是显而易见。
他每一次换气也间隔的比较长一段距离。那频率相对前面几组也没有那么的快，但是至少还有顺利完赛就是一个好的比赛。是，这个也是利用着这个水中的滑行的动作哈。手脚的搭配也很好，再加一点力量就太棒，就更棒了哦。说明也是鼓励这样子中年的壮世代做一些肌力上的训练。所以就算对这些长者们，还是会给他们一些就是目标来达成。对，他们做这些重量的训练在做一些调配上面，会对他们的这个运动表现会有一些提升的效果。稍后又要回到男子组的项目，那也是今天所进行的最后一个个人赛。因为这场50公尺自由式之后，后续都会是4×50公尺的混合式接力。那现在先看到的是男子在8岁以下的50公尺自由式，总共多达5组的选手，不但是因为距离最短，而且自由式也是算最好上手的一个动作。我现在看到裁判刚刚第一时间比了一个叉的手势。是要说第3道的小朋友可能他衣服不合规定吗？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去看看裁判是怎么样的来判断是，那有些比赛我们是比较提倡在于参与。在参与的部分，他既然来了，我们也是一样让他完赛。但是顶多不列入成绩计算这样。嘿，可以这样子说。现在裁判也都先提醒所有在水下的小朋友们先。听起来有可能是现场的参赛选手还没有找到现在应该比赛报到的地方啊。这是跟今天已经陆陆续续播了超过一半的赛程首度遇到的一个罕见情形。找到了。那这个裁判长算是那个很宽容了。对。鼓励第一次或者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也有机会把它可以完成。是，人都到现场了，就让他完成。看到第7道的是卢泰妍，刚刚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到了他的所属的甬道。那第8甬道则是王玉安。要捞回来了，要赶快放直涌线对，现在看到3位选手没有听到裁判的指令。对啊，这个直涌线有放下来了，放下来了。是，的确，想到第6道的黄子毅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要提醒要回起点的。这个也是一个经验了。真的，这8岁以下就接触到也是算难得一见的机会。这个就当这开过去了。第4道的林奕婷可能还在状况外。这样等于他是游别人的2倍距离。说不定你已经热开了，多游一趟，你说不定热开。现在先当热身在场上一枝独秀。现在裁判另一条的直涌线有没有办法拦住他？有，他现在这种意识到，发现旁若无人，还是必须要折返到起点。已经超过一半的距离了，就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教练提的，当做热身了。等一下真的有一鸣惊人的演出。对，这组选手我没有听到这个裁判是非常有经验是，这个赛会的安排。
那所以刚刚呢是第一组，所以代表现在等一下是先进行第2组的比赛。这个回去那个家长给他把它记录下来。是，那个导播给特写很多。没错，这个都有转线上直播，真的回放再来回看的话，算是难得一见的奇景。哇，那这样等于其他的对手们，哇，特地跑到了起点又被拉了回去。不过当然，等一下还是会进行比赛，就只是稍待片刻，是等待其他几组的赛事进行。那现在改成是第2组要先出发，一样是8道全满的情况，选手们都已经各就位。这个画面是相当刚好，哇！一道是在水底出发，一道在跳台，间隔现在比赛展开，目前领先的是第1道的钟宇璇，还有第4道的郑义宏，不相上下。钟宇璇应该还是快一点。这应该是第1道是邵成瑞，那在第4道则是黄义宏。这个也是挖进掉了哈。所以有时候会造成游歪的状况，所以也是跟刚提到的，有时候那个教练老师也可以不妨来试试看，把蛙镜拿起来的练习，或者是刻意跳水的时候把它弄掉，练习看看，在临场上面像在韩国的那个射箭比赛啊，那个射箭它是要求一个专注度很高的，他们会刻意设置一些情境，比方说。对，场边的观众在尖叫，很吵，模拟那个比赛的状态，让他们可以有临场的感觉。看到黄义宏的确是最后是率先的抵达终点，那原本领先的邵成瑞慢一点点，真的可能也是受到一点蛙镜的影响。那所以如果游泳选手游到蛙镜掉的话，他们就是眼睛张开继续游，还是就闭着眼睛？你可以在换气的时候张开眼睛，瞄一下你的水道，因为水道绳上面他们都是有间隔，比方说10公尺一段，或者是短池的5公尺一段，它都会有一些线索，你可以瞄一下，瞄大概知道自己游了多少，现在是第3组。一样是在8岁以下的男子50公尺自由式项目。这个要给他真的要拍起来。我们看到那个主播在憋笑我目前第5道的黄义杰还是处于领先，来自优乐游泳学校的这位好手，看得出整体的动作相当的流畅。第2道，这廖浩云看起来也不遑多让，虽然要击败这个刚刚提到黄立杰可能有点困难，但是看他能不能够游出分组第2的成绩。最后游出第2名的是邱佑宗，在第3道的这位好手黄立杰，廖浩云则是第3名舵收。不过看到第3跟第4名是相当接近，王玉兴就差那么一点点去分组第4。那当然这一个单项是多达5组之多，所以包括后面真的可能一组的竞争会比一组激烈，所以这个高几率前3名会落在接下来要登场的这2组。
各就位之后出发。这一组不要加的跳水动作，明显是比前一组来的更加流畅一些。脚也是相对踢得比较好一些。不要以为游自由式手很重要，其实脚也是很胜负的关键。第二道的陈松恩是稳定的维持他的领先。再起身来确认，确实是陈松恩率先抵达了终点，49秒02是他的参考成绩。第5道的许可杰，则是这一组由第2名，跟陈松恩是唯2游进50秒内的好手。现在我们也听到现场广播有提到，在第5组登场之前是先不进行第1组的比赛，因为刚刚有选手提前起跑，那也没有就是第一时间就收到裁判的指示要回起点，导致他游了超过一半才暂停。那现在第1组要来重新登场，这个也是一个难得的经验啊。这个是刚刚提到第4组的选手，现在黄佑翔才到终点，完成了比赛。第1组的选手又重新回到了场上，哇，一波3折。从刚刚一开始是有2位选手比较晚到现场，到有人提前的下水，那甚至游了超过大半的距离，看看是不是体力会有点影响到。而且一开赛大家就拼尽全力。第5道宋建志，哇，现在被隔壁道的林奕婷给超越。的完赛，好的，应该这个是原本表定的第5组没错，因为游最快是第4道的大同国小郑义宏，还是游出了分组第1，39秒63的参考成绩，比隔壁道的游杰还快一点。现在正式要回到，哇，真的一波3折的50公尺自由式，在8岁以下这个男子组的级别，第1组的选手终于回到了场边，要来进行他们的这一趟比赛。正式出发。结果第4道的林奕婷刚刚反应有点慢了半拍，差距已经被第7道的卢泰妍还有第6道的黄子怡给拉开。那当然下面还有看到第1道卢泰宇也不遑多让。哇，这他跟第7道的卢泰妍应该是兄弟党啊，同样代表南川面馆，名字只差一个字。2位选手看起来跟其他这组其他的对手来讲，他们卢家兄弟应该是更出色一些。这边卢泰宇是一路领先到了中场。看看卢泰妍也是第2个触墙的，那2人时间相差了6秒多一些，但是还是在这一组的前2名，至少心理上的感觉还不错。这一组唯一有到1分内的。这个进行第77下9是
会进行男子组共7组的第一组。其他的选手们也陆陆续续来到了终点线。看到剩下第2道的陈佑廷正努力着朝终点来迈进，脚要多踢一点。就算假如是真的没有力了，还是要跟住，就是坚持到这最后几公尺。对，脚踢脚就像是篮球的防守一样，防守是不会失误的，防守没有失误这件事情，对，踢就对了。是，所以基本上是要练到变成反射动作，就一直踢，对，你就一直踢，那也可以确保你的身体不会沉下去。是，你一沉下去的话，你那个抓手会变得很重，手一下又没力了。然后9到10岁，哇，是今天所有单项当中最多组的一个项目。50公尺自由式男子组9到10岁及多达7组，都是首组的比赛。看到在第2道的第3道郑伟航，还有第5道吴大地，都是来自海燕维金人。第2道的李志廷是代表了2势力，但是看得出来郑伟航表现更加的出色，是35秒32做收。那第4道是暖溪国小的彭世祥，是稍微0.01秒的差距，是比李志廷还慢一点点。最后数强则是在第5道的吴大地。看到第2组也出发，其中第4到第7道的选手第4、5、6道都是来自暖溪国小，也从基隆而来，基本上今天就算是一日游，满载而归哦。大家也都有比赛。那现在先看到，目前成绩最突出的是第2道的林千诺，哇，个人名义来参赛，今天多项的初赛也都有不错的表现。那看到在第6道的黄玄宗也追了上来，不过还是比林千诺慢一点点。林千诺的成绩是44秒51，至于黄玄宗则是45秒20。他们两个是在场上这8位选手当中唯2游进50秒内。赛事还是相当紧凑的进行，现在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一半的第3组，一样是在9到10岁的男子50公尺自由式，其中3、4、5道都是银桥国小的海豚队，但是目前看起来第2道，哇，2势力的徐江琴表现更好一些，他要跟第1道的邵千瑞来竞争分组第1。但是看起来徐江琴的续航力更好，他们这几位选手今天也是一日多战。
还要看看稍后是不是还会来比4×50公尺的混合接力。哇，这有好几个都游到34、35、36，这很快。对，这还仅仅是第3组而已，可以期待后面4到7组会不会有更多精彩的发挥。第4组也出发。基本上50公尺大概大家就是一路冲到底。那是不是真的就在跳水，可能出发的过程就决定大概一半的胜率？其实没有，其实跳水它变成说，你会我也会，我们落差应该不会太大。正常来说是这样子。所以还是要看后续的发挥这样。对，在力学上面我们有时候一个部分叫初速度，或者是它的像牛顿，它的惯性，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在游的时候游到一个惯性动作？你惯性的动作越强的，你的后面的速度会越快。就是初速度等加速度这样子。那我们在了解选手的速度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按码表的时候，比方说我每5公尺或每10公尺，或者是每8公尺，我们要怎么样计算？按一次码表，看它是哪一段的加速是最快的。它是属于后劲比较强的选手，还是中段加速比较快？那如果他是中段快，或者是他是尾速快，我们的训练的模式可能就会做一些调整改变。是。所以50公尺有时候不仅仅是全冲到底而已。当然我们会这样跟他讲，你不用想那么多，你冲就对了。这些事情就是教练的功课了。我们在做训练调整的时候，训练处方。那所以像你们一个团队选手这么多，但是还是会就是为每个选手量身定做不同的这个训练课程跟策略这样。理论上是要这样来，但是我们大部分有时候像有些学校队伍人比较多，一个教练有些事情真的是没办法全部做，都是一个教练全部都做不来嘛。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助理教练，甚至热心的家长，甚至有些家长他是有体育背景的，也是自己也是运动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周边的一起来做一个团队的协助，甚至帮忙记录啊，看到这一组率先出墙的是第6道的简浩，比第4道的李敏勋还快一些。至于第7道的许晨曦则是些微的差距，成为分组的第3。那后面还有2组的对手能不能够站上颁奖台，还要看其他人的脸色。这种强度很高的确看得出，目前几乎是齐头并进。当然，第4道的张恒瑞还是看起来好一些。很久没看到树林劲勇俱乐部的好手，代表阿伟市体的李元祥，在他隔壁道和第3道黄色拥抱这位，有没有机会留下分组第2呢？有时候输赢就在最后5公尺有没有办法盯住？对，但是看起来比第7道慢一点，这很接近。第6道的刘思谦是这一组第2，那刚刚提到的李元祥一样是游在40秒内的39秒48，比第5道的许胜军又更好一些。这一组就已经这么的势均力敌了，就让我们看看最后压轴登场的第7组。
男子9到10岁的50公尺自由式，是不是会擦出更激烈的火花？哦，有一个报29秒的哦。29如果真的能达标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要锁定冠军了。看得出真的有那个实力啊！第4道的王凯威，哇，这有备而来，他稍早也是有不少游出金牌的实力，看是不是也是要挑战真的100%的夺冠率。那就看王凯威最后的成绩如何啊！这第1名应该是没有悬念。出5强之后的参考成绩真的游进30秒，29秒93，哇，突破自己的个人最佳，哇，明显的比其他对手都来得快啊，足足4秒有余。分组第2的是第5泳道的林宥达，所以这个报名成绩还是有一些参考价值。有时候报这个成绩会有一些策略性，我可能想要游在哪一道。哦，是，对，我们报一些成绩。哦，但是你不要落差太大。对，这个有时候在国际比赛中是会判犯规的。是。现在是来到了11到12岁级的男子50公尺自由式。总共有5组，这一组则是只有3位的选手，分别是第3道游义翔、第4道的陈品丽，还有第5道的王宇乐。游义翔自始到最后都是比别人刚好多1颗头的距离，也是唯一游进40秒内的好手，但是其他2位其实也相差不多。所以我们刚刚也看到，光9到10岁，其实后面顶尖的选手就游的比现在11、12岁的选手还快，所以。就年龄不一定是绝对的嘛，或是以学游泳的资历，还是说技巧上可能会有些人天生水感就比较好，比较浮一点。有时候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的特别的人呢，我们所谓的怪物级的选手。可是这时候我觉得不用气馁游泳或者是运动，它陪你一辈子。他现在比你快，不见得以后就比你快嘛。是，对，那你就努力再继续练习。慢也没关系啊，你投入这项运动，你会获得不同的东西。比方说你在运动技术上，或是你类推到我很坚毅，我很有韧性，我可以类推到平常我在上课、考试、念书的时候。对，它不见得只是一个竞技的运动而已。只是把这个精神带过去。是，这组游最快的是在第8道的严其乐。那看到Trotter 兄弟在第1道的 Michael 是游出分组第2的49秒38，但是明显比严其乐还慢了将近7秒钟。接下来则是要来到11、12岁级的男子50公尺自由式第3组，正式的出发。这一组看起来就是依照报名成绩给的数据，在第4、第5道2位真的是可以说相对突出。第5道的陈宏凯在最后反超，比下了隔壁道的陈玉丽。看他们带这个蛙镜我是建议有时候在练习在室外池的时候，室外的比赛可以带一些有电镀的，是比较不会被那个水的那个波光反光影响到，尤其是仰视的时候会特别明显。对，
在装备的挑选中，那个教练、家长也可以做一些建议。这一组的第4道林金朗，这来自美国学校的小朋友没有到现场比赛。那其他道竞争相当激烈，暂时领先的是第5泳道的魏明儒。这组一样，前3名全部都游在40秒之内，实力也是伯仲之间。稍后还有压轴登场的11、12岁，来自50公尺自由式的最后一组，奖落谁家，就看接下来这几位好手们的发挥。我看到有些选手也破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也是非常值得鼓励。第4道的李新哲，一样，他报名的时候是给出28秒，看他现在一马当先，是不是也有机会来改写个人最佳？现在看到触墙之后，等待成绩揭晓。的确就是28字头，28秒81，比第2名的郑祥元快了4秒半。相当出色的一个表现。接着会是来到13、14岁级的50公尺自由式，分为3组来出赛。第3道是徐静杰，第4道是李成锦，以及在第5道是 Alexandro。看起来Alexandro是比其他的对手来得更突出稍早也看到他在100公尺的自由式有不错的表现，现在这50公尺对他来讲根本小菜一碟，游出31秒34也不差，就看看后2组其他的对手发挥如何。接着又是由现在担任奖评老师詹教练的子弟兵，在第2道的郭少棠，还有第3道的谢炳玉都是来自于阿伟士体，以及第6道的威霆选手，稍早也有看到他的出赛。是，他们都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症状的孩子，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比一般选手、一般的孩子学习的历程会稍微再长一点。不过百年树人我们教小朋友都是一样，鼓励他跟自己挑战，那也让他们有一个机会、一个舞台，可以来表现一下平常练习的结果，验收一下。对啊，刚刚提到几位奥世铁选手都不是游最快，但是如同教练提到，他们能够顺利完赛都是一大的肯定。也非常感谢周边的一些教练还有这些裁判、工作人员给他鼓励其实他来游都比平常游的很快很多了享受这个掌声，享受这个气氛。其实，在水里跟每次换气的过程，场上选手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对。到隔壁2道的钟炳轩跟许高杰在等待谢炳玉抵达终点。这个是郭少棠。谢炳玉跟钟炳轩已经等在旁边，现在几位选手要一起回到岸上。
13、14岁级男子50公尺自由式的最后一个小组，正式的出发。一样是有不少熟悉的名号稍早都已经在前面的单项看过。现在就看到第4道的钱品成，一样是有问鼎冠军的气势。隔壁道的陈奕轩不遑多让。那钱品成没有问题，还是率先冲墙。最后的成绩是27秒46，一样比他报名交的28秒还快一点点，算是有达标。那第5道的陈奕轩同样是28字头，跟他报名交的成绩相差不多。紧接着要来到15到17岁组，男子的50公尺自由式。只有一组，总共8位选手来参赛。不过明显看到第2道现在是没有到现场。第4道的运搏踢萨选手肖仲炫，现在很快的借力优势。抵达终点27秒61，是拿到了最后的冠军。现在看到几位阿伟试体的选手，然后陆续来到终点。接下来是18到24岁级的男子50公尺自由式又分到2组的比赛。和第1组一样，缺席的人比较多一些，就只有3位到现场。刚刚我们这几个选手有一些是即将来到这个11月的时候会有这个各县市的选手选拔赛明年的全国身心障碍的运动会在这个运博的分龄赛里面当做一个前哨战。对，要马上就是抬头看一下自己的成绩。接着还有另一组的对手，所以通常这样先比完的组别就是先记住自己的数字，然后马上大家就可以知道一下，对，马上看下一组的就是选手的发挥了。是。那现在这个第2道也是我们这边的老师那曾经也是中华队的选手。然后刚刚提到第2道曾凯文，还有第1道的王亮凯，以及第7道林伟成，同样都来自于阿伟试体。竞争非常的激烈，看到第2泳道曾凯文，的确是前国手的实力。早上才去练水球而已，一直是比第6道的陈科君还快一些。接着马上又是下一组25到34岁级。一样还是强强对决，第2道的汪旭峰是更快一些，25秒73，他是代表亚洲竞泳。那第2道是李奕轩，第3道汪旭峰，两位选手都是亚洲竞泳，是在这一组得出前2名。
接着是要进行35到44岁的级别，一样是男子的50公尺自由式，这则分为2组来出赛。看到成人组这样速度之快，镜头还要马上来切换。我平常下班之后也是有在练习，对，有在投入这个运动。然后这一组第1的是在第4道的高进顺，也是我们超早看到担任奖评的教练。姜文的好手哇，今天上午才比完接力啊，这是他今天比的第一个个人单项。的确实力依旧，刚刚高教练很客气，说他志在参加完赛就好，但其实实力都还是维持的一定水准。他是脚速28秒78，比第7道的张经纬还快一些。接着一样是在35到44岁的级别，这是第2组。不过在第4道可以看到，嘉宇选手是缺赛，那其他的7位选手发挥。第5道的简俊哲，代表的是小哲儿语言教室，结果游出这一组最快的一个成绩。确实是没有问题的，等一下就看他成绩揭晓。比刚刚看到的高进顺还快一点，26秒97，哇，成为这个级别的冠军。看到第3道的陈彦吉则是30秒50，都维持得很好哦。当然，也许如果能前3名有奖牌更好，但是至少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对自己的肯定了就是代表我们平常练习没有在白练。平常上班下班之后练习的效率都非常好。就因为你练到这个年纪了，自己的训练菜单里面自己做一个合适自己的调整。那时间有限，我们要怎么样的训练？接着来到45到54岁级，这个50公尺自由式分为4组。那我们稍早另一位的奖评老师徐义军也会在压轴要登场，同样也是这一次运博杯4位的宣传大使其中之一，也是算台湾泳坛首屈一指的人物。那先看到这一组别当中游最快的就是画面上看到第4道的周宗正，一样是一位泳将魂的好手。那最后头游的快一点，手还来不及触墙就先撞到。决定到的黄波成现在抵达终点。第3道的邱正伟也要来触墙，看他最后的成绩是游出58秒61。接着是在这个岁级的第2组，场上的6位选手只有1个人不是来自亚洲劲泳，就是在第3道的李明熙，代表泳将魂。算是一个往内互打。的确，其他全部都是亚洲劲泳，包括第2道江国兴、第4道高玉荣、第5道叶博少、第6道邱天池跟第7道的赵俊业。那看到现在第2道的江国兴有机会率先触墙，那确实是游出了分组第1。那李明熙差一点点，然后几位选手也陆续的赶到。今
面还补了一位第1道的选手。第3组现在正式的出发，在比赛的前段 ，David Boss 现在就已经拉开他的领先优势。在第2道的 Charter， 刚刚稍早也看到他2位爱子也陆续登场，现在是他自己来游这个45到54岁级的比赛。看到 David Boss 最后是率先通过了终点，来看到他等一下有个参考成绩如何。分组第2的则是在第4甬道的钱建安，只比 Boss 先生慢了大概3秒3的时间。现在3组的45到54岁级男子50公尺自由式告一个段落，第4组出发。哇，焦点人物绝对是看到第6甬道的海洋维京人总教练徐义军。那当然，其他道也有一些知名的选手，包括在第4道的欧阳世煌，还有谢宗玉在第5甬道现在竞争相当的激烈。看到上午还来担任讲评的徐教练，哇，一马当先，率先的触墙。等一下看一下他的参考成绩，哇，即使不是排在第4道，但是一样游出了29秒32，相当精彩的一个发挥。一样跑到位了厉害。那徐教练这一次也有报名3个单项，包括在这一场的50字，还有明天的50仰跟50公尺蝶式的项目。现在则是来55岁以上的级别，还是在男子的50公尺自由式当中，也是男子组的最后一个项目。稍后会换女子的50公尺自由式要来出赛。那不过55岁以上男子有分作2组。现在看到这一组游最快的是在第4甬道的吕仁礼。吕仁礼的成绩是31秒86，比第7道的唐洪亮还快一些。第7道是洪建辉才对，公正。看到第2甬道的陈仁伟，几乎是花费了最后的力气来碰到了墙边，完成他这一趟的50公尺自由式。接着将是第2个组别，看到8道全满。同样看到第3道也是来自外籍的人士 Paul Conconi， 稍早也看到他的儿子有在场上出赛，成绩不俗。那看到我的 Conconi 先生现在很明显的又拉开了他的优势。这个力量型的，他那个踢水的深度很深。那有时候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提醒一下，那个踢水的深度跟频率，有时候有没有办法做一个搭配？你太深拉起来的话，它的反作用力是不是很大？这个部分有时候在训练也要注意到。那这和就是人种有关系吗？还是单纯就是选手个人的一个实力的差别？
毕竟在世界顶尖，好像也是就是西方白种。老外是有优势的，老外是有这样的优势。但是，比方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打水，它不只是小腿、大腿的力量而已，在我们的那个髋关节两侧的髂腰肌比较短的这个肌肉，我们平常也要做一些训练跟延展。是这个打水的效率才会好。现在刚刚提到男子的50公尺自由式告一个段落，将会轮到女子组的项目，又从最低岁级别的8岁以下开始，总共有3组的选手，3组共19位，第一组当中有其中4人，但是只有3位到现场，分别是第4道王妍欣、第5道廖洁瑜，还有第6道的刘庭珍。那第3道的杨慕成今天是没有来，前面也已经看到他陆续退掉了其他的项目。看到这一组的落差比较明显，来自新生国小的刘品珍很明显就比其他的同组对手来的优异。他也是在这一组当中唯一有给报名成绩的选手，而且直接游出了1分14秒，直接游出了46.07秒，跟他报的成绩落差很大。对，所以这一般选手有可能这样短时间大跃进吗？还是他报名的时候填的比较保守？可能上次测到他这次比赛已经很久了。再来看到其他2位的对手，第5道廖洁瑜现在缓缓的游向终点，是这一组的第2名，但是后面2组绝对还会是更高强度的竞争。间隔比较久一点的时间，裁判现在确认之后，正式的鸣枪开赛。暂时领先的是在第3道的黄凯晴。不对，是第8甬道啊！李承言刚刚是没有在画面内，因为他真的游得太快了。现在镜头给他一个特写啊，看起来没有意外要率先的触墙。他跟第2名黄凯晴的差距是肉眼可见的一个落差。黄凯晴则是这一组的第2位，所以像看到我们这种比较低岁级的小朋友，他们在游这划水跟划手换气这些都做的没有那么的频繁，那就是当现在是他们开始习惯之后，以后可能会更进步这样。对，就是其实也是练习量的问题啊，因为他们就刚开始练，当然会比其他的同学或学长姐练的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他的在那个运动技术的技巧方面，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以及他的心肺发展，对，可能到了中段后段的时候，他心肺耐力就会很明显的看出落差。但就是既然都开始学，然后又比赛，就是都不能间断。对啊，一天没练差很多。是，所以我们运动员守则第一条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让自己轻易的感冒上来记得把毛巾披好把头发吹干有时候这个不是勇敢的态度把自己保护好才是真正优秀的选手一天没练，你跟对手不是差1天你跟你的队友不是差1天你这样相较比还是差2天，
差两次，你少一次，别人多一次，是这样子刚好是差2次，落差很快就会被拉开来啊。我们看到现在第3组，哇，的确，林承云又是展现他真的，哇，铁人的一个超能力。今天多次比赛，而且基本上都是直接锁定第1。哇，频频都是8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他实力真的就是好上一截。出了41秒66，也是一样，比他在报名时候。他报名给了38秒，差了1点，但是不足以影响，他还是比其他对手来的更出色。那像这样的选手一天比这么多场，他们等一下回去之后是会累到直接昏睡哦？还是说？小朋友很特别的是这是有一些研究就是有指出小朋友的恢复的速度是比职业的铁人还要快，比职业的对，比职业的这些选手，铁人的选手还要快所以小朋友呢，他充电，他等于是像我们那个手机的超级充电一样，一下就充饱电。但是我们教练家长也是要注意一下，他虽然快速的充饱电，那你也要注意到他的肌肉有没有真正放松到。对。记得要帮小朋友回去做伸展小朋友有时候不太想做伸展的，要陪着他做协助他做一些伸展拉筋的动作，做滚轮也好这些一定要记得把它确实做好收操的动作那等一下比赛完不急着回去，泳池还开放，还可以再放松慢游一下抓水，替明天做准备。这一组率先出场的是第5道，这个卡拉蒂竞泳队的陈鑫。第6道的陈左安则是紧追在后，张怡山则是这一组的第3名。那当然，在9到10岁这个级别，男子组一样，也是分最多组的一个单项。在女子组方面，同样是分到了5组之多，总共36位选手。第2组也已经正式的落入水中，除了第7道原定是洪佩纯，他没有来到现场比赛，其他大家都是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率先抢的是第1道的黄玉柔小朋友，一样是来自基隆的暖溪国小。第4道的林玉婷则是分组第2。像在画面上看到第8道的杨雨柔比较靠近墙边，他们会自己意识到就是有点偏离了，就是水道中间嘛。应该是会看得到啊，下面有一个水道线嘛，应该是可以看得到，除非他挖进掉了，眼睛闭起来了。刚刚第8道应该是马艺轩，现在到终点之后这一组结束了比赛，轮到是在9到10岁女子组50公尺自由式的第3组登场。现在看到一样是在中间几道，竞争是比较激烈。不过第2道的高启云现在是窜了出来，刚刚他的潜水动作就做得很好了。50公尺真的就是一路朝终点迈进。
高启明现在越拉越开，来自于云林国小的小朋友，在第3组当中游的最快，成绩是38.20。这一组基本上从侧边看起来都没有差太多，不过还是第5道的严云轩相对突出一些。过了25之后就可以看得出一些差别了。就很少会遇到真的8个泳道几乎是同登同分的这种情况。好，那看到还是一样，严云轩先触墙。那分组第2则是在第1道的杨慕成。这组前7名实力相对接近。那第8道的黄维珍也是抵达了终点。接着将会是在9到10岁组级别，就女子50公尺自由式的最后一组要登场。原定在第2道的张景安是没有来到现场，那其他泳道大家都是奋力一搏。那第7道庄新璇也从缺。确实还是第4泳道的林芳雨游得最快，是奇幻小魔女的小魔女，游出33.58秒。至于在隔壁道的林淑瑜，同样是队友，是囊括了分组前2，基本上也是总成绩前2块的好手。等一下可以携手来领取奖牌和奖状。小朋友他们在游这个冲刺的时候很多是用直臂的方式在游那个其实没有错，是没有对的。可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肩膀的部分一样爸爸妈妈也要注意一下那个肩膀有没有一些过度的现象有没有保护好他的肩膀11、12岁的女子50公尺自由式同样分为4组。第一组当中一样有一些选手们缺席。那现在看到游最快是第5道的陈元化，这是第4泳道，应该是李培轩才对。对，是第5道没错。然后陈元化来自基隆市的中正国中。再看一下他的参考成绩，给出来是39秒28，比第8道的高维恩还快一些。0.26秒的差距，他们2位跟第3名就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后续还有3组的对手们。是有比较明显的落差。第4道陈新农一开始就建立他的领先。
该是第4道的彭永仪。彭永仪最后出奖之后，要等他的成绩揭晓，39.46秒。第7道的徐威文则是40秒88，都表现不俗。那大概到这种小学高年级的阶段，小朋友可能会对胜负心有比较在意吗？开始有一点了。对，不要说高年级，可能国小1、2年级的这些组就会有感觉。对啊，就只要知道比赛就是要争名次这样。对，这时候就是老师很介入教育介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有些东西一定要非要输赢嘛，对吧？你一定要跟别人比嘛，对不对？竞技运动当然是要比赛运动技术嘛，那有时候你要挑战的不是自己嘛。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最厉害的王冠宏，那他要跟谁比？那跟自己比，要突破自己是最重要的。对，毕竟游泳真的就是很绝对的数字。对。那当然，可能时空背景或者是在比赛的环境不同，会对就是临场的发挥有可能大概有怎么样的差别影响的话？这个很多变因素很多啊。比方说像女生最容易遇到像生理期，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生理期有时候乱了，或者是我刚刚好我算到我这个时候生理期差不多要到了比赛阶段，我该不该服用一些停经的一些药物，这些都是会影响到女生的比赛的一些状态。是对，来到50公尺自由式，在11、12岁级别，最后一组当中，焦点的看板选手就是在第4道的周采洁，已经是这2届当然就游泳圈来讲，对他绝对不陌生。那如果今天是无意间点到这个转播进来看的话，他是去年在运博杯的5金得主，那今年他也是报了6个单项，上午也是看到他2项初赛都有好成绩，这是他今天第3个个人的项目，应该没有问题，要收下第1名。持续不只要开5金行，要挑战6金之旅，30秒59是他游出来的表现。的确，他在这个赛事的宣传影片也除了提到是因为自己姐姐游泳队的成员而让他接触这项运动以外，他也是立志要成为奥运国手的一位相当有前途的小将。那我们也知道，在台湾的游泳环境要进到奥运可能是一个难题，但是如果真的能达到，绝对也是莫大的殊荣。接着现在来到了国中生的年纪，是34岁级的女子50公尺自由式，只有1组报名，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这几位。游最快的是在第4道的吴念佳，是运博 TISA 算是地主选手，并是比下隔壁道的林宇贝。海燕维京人同样平常也都在这边做训练。那吴念佳还是有近30秒内的29.27，跟他脚交的29秒36，这个报名成绩相差不多，基本上应该是刷新个人最佳成绩。接下来则是在15、17岁。还有18到24岁，因为报名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并在一起来出赛。第2道杨淑妍跟第3道的赖佩萱是比较年轻的15到17岁这个级别。看出赖佩萱现在是一马当先。那隔壁在第4道的施慧芳是北大的校泳队成员。第5道杜奕瑶跟第6道赖怡涵同样都是来自台北大学。的确，现在陆续都是来到了终点，就在等第7道的周瑞瑜选手。来自辅仁大学的学生，现在也是完成了他这一趟50公尺的自由式。
在应该是25到34岁的级别，但是字卡没有更新。是。这个也是荧幕上也是我们的视障的选手哈，他这次也是要代表桃园市来比全国的比赛。没错，曾经也是田径的选手，然后现在横跨游泳。哇，那真的一个陆上再来到水上的这个运动，双栖的，这个有底子，真的会差很多。的确，那第6道的是陈巧云率先完赛，那第5道许耀竹就是刚刚教练提到的多往多让，分组第2坐收，也是我们国立体育大学的硕士。是。现在是35岁到44岁的级别，同样只有一组，就是画面上看到的7人。那明显第2道陈柔涵，哇，是很快就取得领先。但是在第6道的黄凯杰也有机会，哇，他们今天都比了超过2项的比赛哦，但是到现在几乎是拼尽所有，双方是互换领先。不过现在看起来黄凯杰机会高一些，的确是率先触抢拿到的冠军，31秒03的成绩。那至于陈柔涵则是第2名坐收，真的维持得很好哦。这一组选手落差也不至于太大，都依序是来到了终点。下一组则是来到了45到54岁级，代表在个人的项目逐渐要步入尾声。明显第1道的平泽佳代，哇，也是展现他过人的实力。我们稍早也是看到他拿到了第1名，那现在就看看他是不是要再添一金。他身体很浮耶。这个就是天生的优势跟水感嘛。确实，平泽佳代是没有悬念，游出了35秒55。其实在这一组当中，只有2位选手有给出报名的成绩，那最终临场的发挥才是最重要的。选手们到终点之后，就陆续先回到岸上，再等第6道的谢之琪选手。正式完赛之后，代表现在要迎来的是55岁以上的女子50公尺的自由式，只有3位的选手来报名参赛。基本上就是报名就有冠亚季军各一个头衔，就是要告诉大家坚持下去，继续练哦。上午也有听小蒋明老师提到，毕竟到了这个岁数还持续来参加比赛，就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不简单啊，就是在工作之余，不但有维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哦，他还可以再投入比赛，是，代表他练的程度。跟运动技术有达到一个强度，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基本上报名的都还是要备战，不能说就是反正我就报名费交了，当天直接一战定生死这样。还是要尊重一下，是。可以的话，再找一些教练老师，或者是跟一些团体练习的队伍一起练，效果会更好一点。对。孤军奋战，一个人可以跑很快，一群人可以跑很远嘛。是。大家一起练，效果会更好。到这是第3道的陈丽云，代表勇将魂的一位好手，哇，是缓缓的游向终点，因为他身旁也没有其他的对手。稍后则会是第2名，看看奖落谁家，应该会是第4道的林金筹。
最后出场的则是代表亚洲劲阳队的沈丰美女士。那在这边，哇，50公尺自由式告一个段落之后，稍后又要来到了紧张刺激的接力赛，会是男女混合的200公尺接力。我去一下。学习。这一组最后。这边太热了，热到爆。机器差不多了。你一定要在这边，下面比较凉啊。拍不到，你要拍画面对不对？
接着进行95项9岁至10岁男子组200公尺混合式接力共一组水道介绍。第一水道暖溪国小，第二水道银桥国小海豚队，第三水道海燕维京人，第四水道北市大同国小，第五水道二市立，第六水道台北万兴国小，第七水道银桥国小鲨鱼队，第八水道北市景兴国小。目前场中进行的是95项次9岁至10岁级男子组200公尺混合式接力共一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紧张刺激的接力赛，男子组的9到10岁级4×50公尺的混合式接力。哇，现在第一棒的仰视，我们看到暂时领先的是第4道的北市强权大同国小，交给第二棒出发。好，来到了蛙式的环节。道次介绍依序为第1道是基隆的暖溪国小，第2道是银桥国小的海豚队。第3道就是半个地主的海燕维京人，刚刚第4道就是占据领先的大同国小优势，已经被隔壁的二势力给超越了。那第6道则是来自台北市的万兴国小，第7道是银桥国小另一支队伍的鲨鱼队，第8、9道则是在文山区的景兴国小。好，目前看到大同跟二势应该是要来竞争的前2名的位置。因为在这个200公尺的男子9到10岁混合的接力赛就只有一组，所以最终的排序就会是站上颁奖台的顺序。那我们接力的混合的接力它的顺序是仰蛙叠字，对，这是一个规则，所以它不能轻易的调度，它是不能调度的啦，是。个人的叠仰蛙字的设计不同，有什么样的原因在吗？还是比赛的精彩度跟速度？那这个接力的部分，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接棒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触到墙，裁判会看得很仔细，有没有？这边哇，现在大同的第4棒出发，还是领先隔壁道的二势力。那最后一棒的自由式，现在看到。哇，这二势力能不能够扭转目前的颓势？因为他们前2棒反而是处于领先的，但是看到大同国小，哇，发挥得更加出色，有机会来收下这个冠军的王座。哇，的确率先的触墙。在第4道的大同国小留下2分46秒50的成绩，那二势力第4棒速度掉比较多，他们团队游出了2分53秒15。现在看看谁能够抢下第3的位置，看起来。会是第8甬道机会更高一些，那结果是第6道，最终拿到铜牌的是台北市的万兴国小，还有几支队伍的第4棒现在才刚出发不久，这些态度都很好不会说落后了就开始慢慢这都是运动家的精神。我们有时候从运动员升格变成运动家。确实。那特别是他们才9到10岁，可以说是从小养成。态度的养成是最不容易的。
比这个运动技术还难。所以我们在运动教学的时候要灌输一些品格的教育在里面。看到基本上要陆续完成这一场的4×50公尺的混合接力。最年轻的9到10岁这些小朋友们完成比赛之后，紧接着要来到比他们年长1个岁级的更正，等一下是先在进行8岁以下更小的朋友并组的是吧？对，他们跟11、12岁是并在一起出赛。那还有包括13、14岁，同样是并在一起。看到比起前面个人单项一组接一组，更加的紧凑。现在到了接力的项目，场与场之间是间隔的相对久一些。他们稍后会进行的是8岁以下级，唯一的代表就是2势力，他们会被分在第3水道。至于还会跟包括9到10岁的大同国小 A 会被分在第2水道来出赛。那还有11到12岁是接下来最为大宗，包括第4到第7泳道都是。那第8泳道还有13、14岁的优乐游泳队要来登场。当然不同的分级就会是各自算自己成绩，只是为了主办方的方便，大家就是在尽量让泳道的最大化，大家一起出赛。有时候并组是常态啦。是。那这个可能要注意的，比方说，他跟比较强的这一级一起比赛，有时候会逼出更好的成绩。对。那比较要注意的是说不定会更紧张，有点失常，所以这就是心态调整上的一个要学习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犯规，这个接力的时候是特别容易犯规，要注意。是在看到要等候接下来，我刚刚提到这个并组的几组人马到场边。虽然今天的赛事已经逐渐的步入尾声，但是一样是每个细节都不马虎。这个接力也是后面的算是后段高潮啊。没错。那现在可能的原因会是因为在确认刚刚前一组的成绩，还是下一组还没有到检录处报到？应该是已经检录了啦，只是说这个人要把工作人员要把他带出来，要搞清楚这个顺序。我猜应该是这个状况，这个顺序或倒次如果有误差的话，那个成绩可能会很麻烦。还是谨慎，虽然慢一点，谨慎比较重要。因为有时候成绩不但是对家长，你还要对选手，你可能还要对家长、教练，这不能马虎。慢一点没关系，要把这个成绩，要把这个比赛的顺序弄好。那裁判长也是非常看起来也是非常有经验。像刚刚那个8岁这一组，哇，对，都让他们多一次，多一个有参与的机会。有时候运动要求的不是一定要输赢。运动有时候讲求的是参与和完成，对不对？今天裁判员们也是真的从早到晚，
现在已经是傍晚4点半左右。一样都是跟着这2天的赛程，第一天即将要告一个段落，现在依旧是在等候第2组接力的登场。尤其这个室外很热，这个裁判真的非常辛苦。是，除了刚刚看到的9到10岁男子200公尺混合接力以外，接下来刚刚提到的这个并组，后续还有比较年长的壮年组的赛事，同样也是一大看点。当然，也许壮年组的速度可能不会像年轻人这么的竞争激烈，但是看到这大家出社会的人还可以在下班时之后，齐聚一堂，为了一个团队的荣誉来奋战，也是难能可贵的一个经验。这个出社会这个壮年组有时候就是可能是那个自己队内的队内的一个。有时候不是奖牌输赢，然后有时候输了要请吃热炒的这个伤比较大。当然，如果一起游出个前3名，可能还有加菜金嘛。对啊，这个尤其是今天这个中秋节，他们这个加菜金，这个压力上面，他们把它逼出更好的速度。是。今天游一游刚好可以接着烤肉也不错，冲一下。当然，明天还有重头戏的第2日的比赛日以外，包括团体的总锦标的颁奖，绝对也会是这样一起花一个中秋假期来参赛这些选手最期待的压轴好戏。在今天这个赛事的后几个单项，目前看到现在男子组的接力赛出现比较长时间的间隔。看起来还是持续在等候其他的队伍们。那刚刚提到壮年组男子的方面有分作2组，那后续就要来进行女子组的接力赛，一样是200公尺混合的接力项目。那2组是大概14岁以下青少年组，那后续则是还有就是比较中高龄的这些好手们会在最后压轴登场。
终于看到现在陆续有选手们走到岸边，代表现在间隔比较长时间，这个并组的男子4×50公尺混合式接力应该要来进行了。水道介绍，第2水道北市大同国小 A 队，选手下来进来挥球。这边镜头又重新带回起点的位置。依序就到次而言，看到现在自排开第2道将会是北市大同国小 A 队，他们也是9到10岁级啊，也就是因为前一组人马太多，他们刚好是第9队，所以被分来这一组，并到跟其他可能年纪更长、有可能实力更坚强的对手来较劲。那成绩当然是列入刚刚跟其他9到10岁的结果来比较。第3甬道则是8岁以下的恶势力，是鳄鱼的鳄，并没有负面的意思。那第4道则是在运博 TISA 11到12岁的组别，那还有第5道社子国小也是11、12岁。第1道仰视已经出发，第5道则是文山区的景星国小，同样是11、12岁的选手们。第7道文林鲨鱼同样也是11、12岁。最后则是第8甬道的优乐游泳，则是13、14岁唯一的国中生代表。看来是这个2、3道的没有受到影响也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对，就特别是第2道的大同国小，他们是要跟前面的组别来比赛，所以没必要真的因为看隔壁的选手游怎样，影响自己的配速。那当然，大家一人有50公尺，基本上就是接棒之后全力冲。没错。来到第2棒的蛙式，目前明显看到13、14岁的优乐游泳队暂时处于领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运博 TISA 他们虽然是小一个岁组，但是看起来实力也不俗。这个就是刚刚讲的也许会把他逼出更好的成绩对。那像他们就是倒刺距离这么远，是在前一棒就是后一棒要接的时候，就会先关注一下，就看是不是我们有机会来扳倒更强的对手。正常来讲，实力接近的会在比较接近的队会在附近啦。但是其实我们人是有感觉，有这种感觉雷达嘛？对。会阅读空气的感觉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气氛啊。看到最后一棒，一样是优乐游泳先下水。那现在运博 TISA 基本上就会是11、12岁当中游最快的，没有问题耶。那他们跟这个大2岁的哥哥们，这个差距是逐渐被拉开，但是至少可以锁定他们这个级别的冠军，没有问题。那当然，优乐游泳是同额来参赛的，他们参加就是看最后成绩结果怎么样。出场之后的成绩2分21秒21。看到接着是第4道的运博 TISA 的11、12岁级别，还有隔壁道社子国小慢他们一点点，大概5秒钟左右。那如果运博 TISA 他们报的2分31秒是准的话，那这一次缴出来的成绩基本上相差不多，4棒只差不到0.2秒，大概就是很精准是。那你看到这边在第2甬道的北市大同国小 A 队，他们9到10岁的成绩会不会比前面其他的对手来得好？就看这最后一棒的自由式，也触枪的结果3分16秒51。等候在第3道的恶势力，是唯一的8岁以下还来组队参赛的这些勇将。很厉害不止人数有达标，还选择勇于来报队，一人负责一项，而且在8岁以下就有人可以来游蝶式，这也相当的不简单。而且刚刚游的不错。对，
有在追。正式完赛之后，接着男子的200公尺混合式接力要来到中高龄组的部分，包括有2支100岁级的代表，分别是在第1道的亚洲竞泳，还有第2道的北市现代5项。那2队则是120岁级，也就是4棒加起来超过120岁的卡拉蒂竞泳队在第3道，亚洲竞泳队也有一队是在第4道。亚洲竞泳的100岁级是在第1道，120岁级是排在第4道，那还有160岁级的亚洲竞泳排在最后的第8道。那另外还有第5道是中正欧 boy 的160岁级，以及第6道卡拉蒂竞泳队的160岁级。另外第7道则是海燕维京人的160岁级选手们。现场也是要营造这个压轴好戏的氛围，逐一的介绍这场上的队伍还有参赛选手。第7水道海燕维京人，第8水道亚洲一个比一个帅啊！这个颜值一个比一个高。对，这个李奕轩这个也是那个 FB 红人呐、都是给他帅就好了，速度又快。这样一样是4乘50公尺的混合接力正式的出发。这100岁级平均25岁嘛，有时候不要轻忽这个120岁级的、160岁级的这个这些老江湖技术都是很成熟的。没错，目前看起来在第3道的卡拉蒂竞泳队120岁级，还有的比1、2到100岁级的对手还快一点这个我们这个年轻人的部分，不要被人家说什么傲笑脸了，后面给他追回来。第2棒的蛙式现在暂时领先的仍旧是卡拉蒂竞泳队的120岁级。不过就如同蒋根老师提到，北市现代5项的100岁级现在缩小了落后的距离。可能把这个优势放在后面前面先让大家轻敌一下。当然，他们的成绩也不会跟卡拉蒂一起算了，但是至少在就是场边观众的视觉上，看起来他们就是一个倒吃甘蔗的戏嘛。是。第3棒现在也过了15公尺之后，开始蝶式的动作。那看到我们北市现代5项100岁级要来上演一个反超。还没有那么容易超过去还有大概一半的距离，20公尺左右。如果能够带着领先交给最后1棒的话，那北市现代5项自由式要跟卡拉蒂的120岁正面的交锋。来了。的确，现在冲出去之后，优势就明显的拉开。哎呀，这个全趴少壮。是，已经出现1个身位的距离。这个最后1棒，基本上就是海放了其他对手。对，现在是呈现转播的焦点，一枝独秀要游向终点，看看他们游出来的成绩如何。2分08秒56是第2道的北市现代5项100岁级的成绩。那120岁游最快的是第3道的卡拉蒂竞泳队，2分13秒75。那这第8道是160岁级游最快的亚洲竞泳代表，游出了2分26秒65。现在还有第7道的海燕维京人还在努力当中。第7道海燕维京人触墙之后，则是在等第6道卡拉蒂竞泳队。这160岁级跟他们120岁级的实力有比较大的差距。120岁级是比下的亚洲竞泳，不过在160岁，也就是平均每个人又长了10岁的情况，反而是落于其他队之后。不过当然就如同像平老师们提到，这个胜负是一回事，至少大家都顺利的完成自己的50公尺任务。
那通常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在讨论棒次的分工，还有谁要负责有什么事，这个是会有什么依据吗？其实都看自己的专项的，所以会为了凑队凑一个，就是那一个是最快的组一队吗？尽量会啦，尽量这样子做啦。紧接着会是在男子的4×50公尺混合接力的最后一组，将会是200岁跟240岁并在一起比赛。稍后会有3组是200岁级，另外两队则是240岁级。那分别都是用将魂跟亚洲劲勇各派一队。那另外海燕维京人则是有报名200岁级的部分。介绍一下现场观众的放风声。就是刚刚第7道的，就是刚刚提到亚洲劲勇他们派出的240岁级，也还在第7道，200岁级则是在第5道。其实不看这个年纪有那个观众们在看的时候都可以察觉到，不讲年纪这个颜值都很高，都看不出年纪来。有在运动的人真的有差。确实。那以平常训练来讲，大家会偏好在室内的场馆，还是说室外会居多？有室外的话，当然是有室外的练习的方式。那当然，我们平常1年4季要训练，就是风雨无阻的话，当然是有室内的那当然室外有室外它的好处啦。那水温也会是很温的吗？就室外泳池的话，室外泳池要加温就就是很看这个场馆的经营能力了要维持不容易啊。也是像很多有室外的场地的都是夏天才开因为你冬天要加温实在是没办法。宝蛙是目前处于领先的，是第3道的200岁级勇将魂。将魂的另一支队伍240岁级是排在第6泳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些级别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不容易被影响到嗨归嗨心态上是很嗨的，可是节奏感都是掌握得非常好大家一起练习多年了默契都有出来。看到这个蝶式就有明显的差距。最后一棒自由视野已经出发，基本上将魂就是一路的领先。我们刚也有察觉到有一些在接力的选手现在已经学习到更新的这种跳水技术在接力的时候他是可以多跨一步的，是这个冲的力量会更大那在那个荧幕前看转播的选手同学也可以参考看看未来以后再看到其他更高等级的比赛的时候，别人是怎么做这些动作的依序的通过终点，第3道勇将魂是一路领先到中场2分22秒09，比第5道亚洲劲勇的200岁级还快了5秒3。然后这是第4道的海燕维京人200岁级则是缴出了2分33秒1的成绩。第7道的勇将魂240岁级一样是比亚洲劲勇来的出色一些，也成为同级别的冠军得主。看到也是顺利的完赛，更正是
这个在240岁级则是亚洲竞泳游的比泳将泳还快。那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倒数3项，也就是女子组，一样是200公尺的混合式接力。一样是从年龄由幼至长，要依序来登场。选手们现在自动自发来到了起点的位置。8岁以下还有9到10岁是并在一起，因为唯一能够凑出队伍来参赛的8岁以下就是台北市的游泳强校大同国小。真是厉害哦！真的，这个也可以凑一队，代表学校那个是选手的这个量够充足。刚刚有提到，就是可能就这种年轻的女生，她们游蛙式就是姿势更好看。那对于练蝶式这种性别上会有明显的差距吗？蝶式跟蛙式有比较接近的地方哦，它都是属于身体的短轴，轴心比较短轴的哦，你就可以看得出女生跟男生有一点差，男生力量跟连贯的速度，女生你可以看得出她的协调跟优雅。有个妹妹已经在示范了。她的第3棒就是要蝶式担当。对，没错。除了第2道的大同国小是8岁以下以外，其他3到7道都是9到10岁的组，分别是第3道的景星国小、第4道的奇幻小魔女、第5道树林竞泳的俱乐部，跟第6道恶势力，还有第7道是云桥国小的鲨鱼队。刚刚是那个什么海豚是不是？对，就是他们派2队出来。不知道是不是鲨鱼应该实力相对好，或者是用高年级、低年级的分法，然后再问一下教练。云桥国小距离的比赛场地青年运动公园大概只有5到10分钟的车程，算相当近的一间学校。小朋友来比这个接力都很嗨啊，比较压力不会那么大了。是，因为那个责任4个人扛嘛。是，4个人。刚刚在4项训练的是第3道的景星国小代表队，第4道则是奇幻小魔女，还有现在看到第5道的是树林竞泳俱乐部，以及第6道代表鳄鱼的恶势力，第7道是银桥国小的鲨鱼队。鲨鱼队的泳装穿起来很有鲨鱼装的感觉，虽然现在已经是被国际泳总给禁用，是。现在看到第1棒的仰式已经正式的展开，总共3个组别的女子4×50公尺混合式接力，现在是由中低年级的小朋友们打头阵。暂时领先是第4道的奇幻小魔女。当然，比起今天我们看了一连串的蛙式，还有自由式的个人单项仰式，明天才会要来进行，还有包括蝶式的个人赛也是明天才要登场。今天这些比混合式的选手，大概就是先为明天来做准备。这个赛程也是排得非常巧妙每一天都有每一天赛程的高潮。那小朋友也是带着嗨的这个氛围，进入到明天的赛程里面。对，我看到一些就是报到上线6个单项的选手，基本上就是一天最多比3个个人赛，就看他们是不是还有多来比接力。真的。你们看到奇幻小魔女一样是处于领先地位，现在蝶式出发。他们的默契非常好。是。看来刚刚先做的这个意向训练有帮助落水之后一样继续稳定他们的领先地位。但是看到第5道在树林竞泳俱乐部也追得很快，要弥补这个大概10公尺左右的距离可能有些困难，但至少看起来还有在追赶的一个态势。接下来就是不要失误
最后棒自由式出发，奇幻小魔女基本上正常发挥，应该就要锁定他们的冠军。当然，树林竞游俱乐部也不遑多让，这个坐2望1的态势，大概已经确定冠亚军的队伍就分别会是奇幻小魔女跟树林竞勇，看看谁能够拿下9到10岁的第3名。好，现在奇幻小魔女完赛之后，就静候他们的成绩。第3名看起来会是第6道的2势力，还是游的比隔壁的鲨鱼队还快。确实刚好就依照道次了，第4道奇幻小魔女成为冠军，那第5道的树林竞游俱乐部则是亚军。2势力在第6泳道一字排开，就是分别是他们9到10岁的女子200公尺混合式接力的1到3名。那现在看到第3名一样是9到10岁组，来自文山区的景兴国小，完成了比赛，还是比银桥国小的鲨鱼队还快一些。那现在大家都是要来为8岁以下这些能够组队参赛的大同国小们，要来给他们最大的掌声。不容易哦，代表这个学校真的这个泳队有在经营哦，前仆后继的学生都会加入起来。最后一棒现在也要出发。我们就常讲说教育越早介入越好，就像运动教育也是教育的一环哦。这个小朋友像8岁的，他那么早就有比赛的经验，对他未来的选手发展，然后会有一个正向的效果。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鼓励学习，可以越早介入越好。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练到最顶，要练到或职业级，但是让教育来介入在小朋友的生活里面，我觉得效果是非常好。可以把这些品格、习惯、态度延伸，或者是类推到他的学业跟生活上面。每天那么早起来要练习，确实对啊，就养成他这个坚毅的态度，对吧？不要说他们啊，像我们自己带一些特别的学生，也是一样，他们就是规律的运动，养成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看到8岁以下的北市大同，顺利完赛，现在应该是给予最大的肯定。再来到倒数第2组别，还是青少女的赛事，11到12岁，分别有4队，是第3泳道的优乐游泳学校，第4道的景兴国小，第5道树林竞泳俱乐部，跟第6道2势力。那唯一13、14岁的代表一样，也是出自于优乐的游泳学校。看到即使年龄上可能有大概2到3岁的差距，但是临场发挥，还是相当接近。大家都蛮稳的。真的还是老话一句这个有练有差啊。是。你先看到第7道的优乐游泳学校，13、14岁，今年是更好一些。那他们的11、12岁看起来最后是决定退出这场比赛。所以看到11、12岁只剩下其他的3队。目前在11、12岁当中，相对突出的是第5道的树林竞泳俱乐部。看到的确年龄上的差距逐渐的扩大，
刚好小朋友在身体发展，在国小这段期间是变化比较大一点的。最后一棒也已经出发。游乐游泳学校他们教的报名成绩是2分08秒，就看到他们今天这样，几乎是一枝独秀的情况，有没有机会刷新他们报名给的这个最佳成绩？那代表平常有在测这个项目。是，现在还不到2分钟，那8秒内有没有机会游完这最后的20公尺？超过一点点。出墙之后就进后游乐游泳学校2分11秒27的确，教练真的是老经验，判断正确虽然没有改写游乐游泳学校最佳团队成绩，但是一样也是很厉害，也是很厉害。至于在11、12岁级表现最好的则是树林的庆勇俱乐部，2分28秒左右，也是比他们教的2分30秒还要更好。接下来是在隔壁道，也就是龙山区来的金庆国小。完赛之后，今天一连101个单项应该说是101组，要迎来的压轴就会是女子的成年组的4乘50公尺的混合式接力，包括在第2道99岁以下的代表队，唯一决赛就是北大的校友队。那至于160岁级别，有4个选手加起来大于160岁有第3道的卡拉蒂竞泳，第4道泳将魂，第5道海燕维京人，第6道的亚洲竞泳。那最后则是200岁级的亚洲竞泳是在第7道，第8道是最为资深的好手们，泳将魂的240岁级。这个真的跨世代之间的较量，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是不是大家都讲好都报成绩都报999？我刚刚看到有将魂的第4道，也就是他们160岁级最后没有出赛，就是看第8道他们240岁级以上的表现。如果找不到那个要报这个接力的也可以欢迎来我们礼拜天。我们礼拜天有一个公益的融合游泳队，是有特别的孩子，也有一般的学生，一起来练习。在礼拜天。通常训练的场地会用哪里的游泳池？我们现在跟永和的福和国中的游泳池也是这个天泳的老板协助我们来举办这个公益的游泳队。我们已经公益这个教学已经做了5年了，是已经有5年了。我们很多孩子都礼拜天会可以来这边一起练习。现在看到的是在第6道亚洲竞泳方面，他们的160岁级表现相当的突出。在第7道同样是来自亚洲竞泳，不过200岁级跟160岁级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大概就是差了50公尺1棒的这个距离。这很多一看就知道以前都是很优秀的选手好到位了而且动作都是做得非常好，很到位。当然是不敌这个我们那个肌肉量的下降但是还是非常厉害，不简单这个一直在维持这个运动的习惯，很不容易。刚刚看到第2道的北大校泳队成绩已经出来了，毕竟真的是青春活力出2分7秒。现在则是要看到160岁的亚洲竞泳在第6道的这一组人马正式筑墙。稍后来看一下他们的参考成绩。没有，现在第2道反而游的还比北大校泳队快。
北大这一支队伍应该是在4位选手加起来不超过99岁。第3道则是卡拉蒂劲龙队的160岁级这个组别，现在镜头带到的。刚看到也有很多选手，他们也是穿这个竞赛型的这个马裤型的哦。女生的泳装会比较特别一点哦，有这种开叉是跟这种马裤型的哦。刚好那个我们这次冠名的这个 Z Max， 他们的这个泳装也是有做竞赛型的，他们也蛮贴心的。这一次来比赛的时候，也在那个我们的路口哦有摆一个摊子，就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随时在那边买。对，我觉得还蛮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一穿，有时候破掉了什么的，他现场马上很贴心的老板，跟老板那个聊过几次哦，非常不错，都是很照顾游泳选手。明天当然还有一日赛程，如果现在还在线上，刚好无意间听到刚刚教练的这个推荐，那明天也欢迎前来到万华区的这个青年运动活动中心，不但可以来这边采购泳装，顺便来欣赏为期2天的运博杯，第2日的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那现在第8道泳将魂的240岁级，哇，真的值得赢得全场观众的欢呼声。这是今天101个组别当中的压轴收尾，就在这边画下了句点。也是辛苦了所有同仁，大家这个都是花了一整天，就跟平常上班一样。今天在周6算是一个加班。陆续的离开游泳池，代表今天的赛事即将要告一个段落。OK，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场8个半小时的运博杯首日的赛事，非常感谢张胜伟教练给我们带来的下午场赛事解说，我是钟耀，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好，谢谢主播，谢谢，拜拜。